纪云堂，你一个乡下长大的村姑，让你代替晶晶嫁给叶王是你的福气。你要是再以死相逼威胁我们，纪云堂睁开眼睛，就看见自己一根白绫吊在房梁上，下面身着华丽锦袍的俊美男子满脸厌恶地瞪着他。二哥哥别这么说，姐姐毕竟才是永宁侯府失散多年的嫡女，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被奶娘抱错了的养女。如今爹娘和哥哥们肯收留我，已是不易，我感激都还来不及，又怎么能霸占着姐姐的位置呢？晶晶，她马上就嫁走了，在我们一家人的心里啊，就只有你配做永宁侯府的嫡女。她纪云堂算个什么东西啊？这次要不是你心善，将叶王妃的位置让给她，哼，她这种丑女啊，怕是一辈子都没资格进皇家的门。她不感激你也就算了，还以死相逼，不肯上花轿。我这是穿越了呀！嘴这么毒，要毒症吗？你说什么？姐姐，这原主也叫纪云堂，是永宁侯府唯一的嫡女。本该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她，从出生起就被人抱错养在了乡下，天天过着割猪草、上山砍柴的苦日子。1个月前，永宁侯府的管家找到了她，说她是永宁侯府遗落在外的嫡大小姐，要把她接回去。她高兴坏了，没想到原来永宁侯府是想让她代替纪晶晶替嫁给叶王骆君鹤。所谓的替嫁不过是冲喜加陪葬罢了。永宁侯自然不想让自己最爱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废人。纪晶晶虽然是假千金，但好歹养在身边15年，父女间感情深厚。哼，这样冷血又无情的家人，不要也罢。纪云堂，你今天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你也不想本公子找人把你绑起来塞进花轿吧？让我替嫁可以啊，从今往后，我纪云堂和永宁侯府断绝一切关系，我也不再是你们纪家女。哼，蠢货！大姐姐，你莫要意气用事，永宁侯府永远都是你的家。你若是哪天在叶王府待不下去，想家了，随时都可以回来住。我和哥哥们……够了！你别在我面前假惺惺的演戏了，你这副嘴脸自己不嫌恶心吗？你享受了15年本该属于我的待遇，让我替你在乡下受苦，整日被你的亲生父母和哥哥们喝来唤去、殴打使唤。如果你真的有那么一丝愧疚，你就应该滚回你那个乡下的家，而不是费尽心机的把我找回来帮你替嫁。这个该死的贱人，竟然敢威胁我！如果不是我急需要人来替嫁，纪云堂又有什么资格回永宁侯府？让她做了1个月的永宁侯府小姐，已经算是看得起她了。她不感激我也就算了，凭什么还想抢走我的一切？不行，纪云堂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大姐姐，都是我不好，我知道你对我占着嫡女的身份心有不满，可我也不是故意的。要不我还是离开永宁侯府吧。哼，纪云堂，你这个贱人，你被换了身份的事儿跟晶晶有什么关系啊？她那时候也才刚刚出生而已。呵呵，要我说啊，这一切不过都是你的命数罢了，你天生就没有做永宁侯府小姐的命。少女眼神冷冽，红唇嘲讽。哼，这一巴掌我替你妹妹扇你。她有一个眼瞎的哥哥，什么永宁侯府的小姐，谁爱做谁做，反正我纪云堂不屑。话音落下，纪云堂拿起桌上的红盖头，转身就走。我刚刚竟然被这个软弱无能的丑八怪给打了，这怎么可能啊？来接亲的人是叶王同父异母的八弟陈王洛思年。纪小姐，你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误了吉时你承担得起吗你？王妃，这就是叶王殿下的房间了。叶王府不比其他王府伺候的人多，进了婚房，王妃不论看见了什么，还是不要麻烦下人的好。你进去吧。手用力一推，十分粗暴地将他推进了屋里，又极快地锁上了门。刚欲发火，就感觉到了一股逼人的寒气。他绕过雕花屏风，快步走进内间，看清眼前的情形后，他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一个装满冰块的浴池中，直挺挺的躺着一个男人。他身形修长，穿着浅红色的里衣里裤，湿透的衣服紧贴在皮肤上，黑发披散遮住了他的半边脸，另外半边脸上的伤口深可见骨，血肉往外翻，皮肤几乎全部溃烂。叶王殿下，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他想着先把人扶到床上，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帮他处理伤口。可当他看见那个所谓的床时，心里的怒火更是蹭蹭蹭的往头顶冒。骆思年守在门外，他本想看纪云堂的笑话，可左等右等也不见对方喊人求救，他心中惊疑，怎么回事？难道那个丑女人已经被他三哥给活活吓死了？也对，之前那几任王妃哪个不是在新婚夜被吓得花容失色、屁滚尿流的？纪云堂这个村姑又能好到哪里去？来人，给本王妃把门打开！还以为这丑八怪已经死了，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那刚刚在房间里这么长时间，他在干什么？该不会是……不好！叶王府哪里有斧头？斧头？他用斧头做什么？杀人分尸吗？纪云堂，你要是敢对我三哥做什么，本王必定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将你碎尸万段。本王妃没有那么饥不择食，你三哥那个样子，是个人都下不了手的。陈王殿下，你最好是让人给我和王爷送一张新床过来，否则……你想怎样？也不怎么样，就是本王妃进了婚房后心情很不好，心情不好就想把你们那冰床给砸个稀巴烂。纪云堂，你可知那千年寒冰石床可是丽妃娘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从北极为我三哥找来的，她的体内有火毒，太医都说了，必须要每日用冰水泡澡，睡冰床才能驱毒。你要是敢破坏了冰床，本王就杀了你！放你娘的屁！哪个庸医说的这种话？你把他找来，你看我打不打死他？不是皮肤被火大面积烧伤过，就叫中了火毒。叶王殿下如今身体亏损的厉害，但他好歹也是个正常人。你看哪个正常人天天睡那么潮湿阴冷的环境受得了的？长期在这种冰床上睡觉，轻则寒气入体，腹痛腹泻，重则得风湿关节病，还会影响他以后的生育能力。你确定他是你三哥，而不是你的仇人吗？更别说那张床上连最简单的床单被褥都没有，冰床上面全部都是血液和屎尿的混合物，刺鼻的气味恶心的让人作呕。纪云堂，本王不打女人，但太医都说我三哥要睡寒冰石床才能驱火毒，你一个没有见识的村姑懂什么？难道丽妃娘娘还会害她的亲儿子不成？我是叶王殿下三叔六婢明媒正娶的王妃，难道我会害我的夫君，让我自己以后守活寡吗？既然我已经嫁了过来，那这个叶王府里以后就是我纪云堂说了算。叶王殿下活着一天，本王妃就一天是这个王府的主子，我做什么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来指挥。陈王殿下要那么喜欢那个寒冰石床，那就自己拿回去用吧。本王妃明日会让你将床送到陈王府，你可要亲自睡在上面体验一下，才能体会到你三哥的感同身受。新床今晚上送不送来没关系，反正他刚刚已经把骆君鹤安置在了他空间医院的病床上，伤口太多了，他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那些溃烂的黑色腐肉得用手术刀切掉，再用碘伏消毒，涂上他特制的人表皮因子生长药膏。似是太疼了，病床上的男人喉咙里溢出了一声痛苦的低吟。叶王殿下，你别怕，我在帮你。你别怕，我在帮你。我只是在做梦吧？可为何女子的声音听起来这么真实？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有我在，你不会死。方劲松，不要紧张，我是你的王妃，我不会害你。我的王妃竟然又娶妻了吗？可我如今都已经跟废人无异了，他们为何还要让我娶妻，来祸害别人家的姑娘呢？骆君鹤的心情很复杂，他的身体不能动，眼睛也看不见，
但感知力却没有丝毫变弱。在此之前，他的父皇母妃已经为他娶了4任王妃了。那4名女子看见他的第一眼，不是吓得失声尖叫，就是用看脏东西一样的厌恶眼神盯着他，开口破骂他丑鬼废物，活成这样何不死了算了。叶王殿下，好好睡一觉吧。纪元堂给骆君鹤打了一针麻药。8点的挂钟声响起，纪元堂抱起骆君鹤出了空间。刚走出门，就见一个5大3粗的黑脸壮汉走了过来，拦住了他的去路。王妃，王爷驱火毒的时间到了，你这是要抱着王爷去哪儿啊？王爷以后都不用再驱火毒，你也不用再送冰块过来，让人给王爷准备一个干净的房间，我们以后不住在这里了。哼，那可由不得王妃说了算。若是王爷一日不用冰水沐浴，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小人可负责不起呀。王妃识相的话，还是快点把王爷放回去，否则就别怪小的不讲情面了。我若是不放呢？王妃得罪了。他手腕一翻，3根银针就从他的指尖脱手而出。区区3根银针还想伤他陈虎？陈虎只觉得自己大腿一阵刺痛，低头一看，一把泛着银光的匕首插在了他的腿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裤子。你使诈！兵不厌诈，忘了告诉你，匕首上有毒，而解药就只有本王妃有。你要是不想死太快的话，就赶紧滚。除了这间惊鸿院，把叶王府最好的房间给王爷收拾出来，所有的家具和衣物都要换成新的，用的茶杯牙具都换成最好的。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现在立刻马上去给本王妃收拾。王妃，叶王府里最好的房间被柳小姐住了。柳小姐？柳连郎柳小姐是许嬷嬷的女儿，如今叶王府的管家权都在许嬷嬷的手上，而许嬷嬷又是咱们王爷曾经的救命恩人，深受王爷看重，所以叶王府的下人基本上都听她的。纪元堂心里冷笑，好一个鸠占鹊巢，他等会儿倒是要去会会那个柳小姐。你先去收拾一间干净的屋子出来，让王爷休息，记得褥子垫厚一些。说完又看向巧叶，你去让厨房煮一些易消化的菠菜胡萝卜粥，菠菜和胡萝卜要切碎，等会儿本王妃亲自服侍王爷用膳。是王妃。王妃，以后王爷盖的被子和褥子每日都要拿出去晒，窗户也要每日打开通风。王妃，可是奴婢是柳小姐的丫鬟，奴婢不能来伺候王爷。他和巧叶先前的确是骆君鹤的丫鬟，之后就被许嬷嬷安排去伺候柳琳郎了。今日正是柳琳郎安排他和桃枝2人来监视新王妃的。起来带路，本王妃要去见见柳琳郎。是。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闯入柳小姐的院子，还不快滚出去，打扰了我们。你嘴这么臭，竟然这么不抗揍，本王妃都还没用劲儿呢。啥？你就是新来的叶王妃？你就是叶王妃，贺哥哥新娶的第5房媳妇儿？知道本王妃的身份还不行礼？那许嬷嬷没有教你叶王府的规矩。既然如此，那本王妃不介意以身试法，帮忙管教管教。他抓起对方的胳膊，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就重重的将柳琳郎摔在了地上。你个贱人，你敢打我！你个贱人，你别以为进了叶王府就是王妃了，本小姐今天非要撕了你不可。纪元堂单腿一个横扫，再一次让柳琳郎摔了个狗吃屎。这一次纪元堂直接骑在了他的身上，左右开弓，对着柳琳郎的脸扇了起来。姑奶奶是王妃，是这叶王府的主子，而你只是这府里的下人。别说是打你，本王妃就算是把你发卖了，我看谁敢说一句不是。你一个贱婢生的女儿，竟然在叶王府里作威作福，拿着鸡毛当令箭，王府供你们吃供你们穿，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主子了。贱婢生的女儿！他左右开弓，连扇了柳琳郎20几个巴掌。纪元堂一把就将对方头上的发簪和耳坠扯了下来。今天惹到姑奶奶头上，
算你倒霉。那是我的东西，那个贱人还给我！如果本王妃没看错的话，你头上这个金龙玉簪和银蕾丝耳坠是王妃才有资格戴的首饰。你一个下人，如果不是偷来的，怕是一辈子都买不起这2样东西。你信不信，本王妃这就抓你去报官？许嬷嬷收到碧池的消息后，立马带着家丁赶来。柳琳琅身上的首饰一共是5件套，全是皇上差人送到府里赏赐给叶王妃的。娘亲，求我娘亲，我刚被这个贱人打死了。你是琳琅？娘亲，你不认识女儿了吗？都是纪元堂这个贱人把我打成了这样。娘亲，你一定要为我报仇，我要杀了他！来人，将叶王妃给本嬷嬷往死里打！本嬷嬷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蹄子。你这个三八婆真是好大的口气，吃王府的住王府的还要打你的主子，是不是下水道的黑暗造就了你不知礼数的浅薄？话音落下，6个家丁就挥舞着拳头朝纪云堂冲了过来。他抡起右臂，挥舞着大刀就开始往人身上砍去，一刀砍下，鲜血狂飙。叶王妃，我可是王爷的救命恩人，你敢杀我？你就算对我家王爷有天大的恩情，这10多年的吃住和照顾，连带着你女儿的吃穿用度，叶王爷也该还清了。本王妃就这么一条命，没人在乎也没人心疼，嫁过来就跟你们王爷绑在了一起。谁要是想杀我，那我就只能先把他们给杀了。你们要是不怕死，那就来试试好了，看看是你们的脑壳硬，还是我手里的大刀硬。叶王殿下宅心仁厚，愿意赡养奴婢和奴婢的女儿，跟王妃你没有任何关系吧？错，以前是没关系，可现在就有了。现在养你们可用的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叶王府里面的东西有叶王爷的一半，就有本王妃的一半。你说我有没有资格教训你呢？下人就要有下人的样子，嚣张跋扈虐待主子，这传出去，叶王府的规矩往哪儿放？限你们1天的时间内从雅韵轩里给我搬出去，要是明日还没有搬走，本王妃手里的大刀可就不长眼了。纪元堂说完，扫了瑟瑟发抖的许嬷嬷和鼻青脸肿的柳琳琅眼，扛着大刀就走了。只见一把小刀不知从哪儿飞来，斩断了许嬷嬷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她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哦，对了，本王妃忘了提醒你们，这院子是叶王府的，里面的任何东西你们都不许拿走。皇上赏赐了本王妃什么？王爷的月俸和收支是多少？相信户部和王妃里都是有记账的。本王妃抽空我会一一查账，你们最好这段时间给我自省，缺了什么就赶快给我补上，免得到时候本王妃不讲情面。娘亲，现在怎么办？难道真的要我从这里搬出去吗？这雅苑轩里的一切可都是我这些年精心搜罗布置出来的，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不甘心将他拱手让给那个贱人。哼，琳琅，休要胡闹！你没看见这个贱人都已经给我们下马威了吗？他今天是故意在我们面前杀鸡儆猴呢。这个时候若是跟他对着干，容易留下什么把柄，让别人误以为我们叶王府的下人真的目中无人，虐待叶王爷。如今这院子死了人，本身就不吉利了，就让这个贱人再嚣张一段时间，等他死了之后，娘亲再给你换更大更好的新院子。我们现在交出去的东西，害怕到时候不会回到我们手里吗？怎么，早上打你不服气，你还想再跟我练练？求王妃娘娘救命啊！之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王妃，还请王妃娘娘将解药给我。以后小人在王府里绝对与王妃娘娘言听计从，马首是瞻呐。他的腿被纪元堂用小刀插了之后，本来他觉得只是一个小伤口，并没有什么大事，就随便请了一个老大夫前来医治。
可谁知刀刚拔出来，血就再也止不住了。老大夫告诉他，要是再止不住血，他可能会成为东陈国第一个因伤口止不住血流干而亡的年轻人。你当真愿意为我所用？愿意，只要王妃娘娘能救小人，小人绝对以后只听您一个人的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无二心。那好，本王妃可以救你，这个解药你吃下去，以后每半个月找本王妃拿一次，直到吃够半年的剂量，你身上的毒就能解了。在此期间，你要寸步不离地守在这西院，保护王爷和本王妃的安全。本王妃要是出了什么事，你的命也就没人能救了。是，属下定当誓死保护王爷和王妃。陈虎，本王妃现在就有一件事情要让你去做。惊鸿院王爷所住的寒冰石床，本王妃要你原封不动地送到陈王府，亲自交到陈王殿下的手上，并带给他一句话，就说这张床造价不菲，陈王殿下要是喜欢，那本王妃就做准送给他了。他可要每天晚上睡在上面，才不枉费本王妃对他的一片期待。是，王妃娘娘，属下这就去给陈王爷送床。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跟洛思年要一点运输费，他那么好面子的人，想必应该不会不给你。王爷，你醒了吗？你是谁？我是你昨日刚过门的王妃。姬是永宁侯府的小姐吗？正是，不过我是他们遗落在外面的血脉，从出生起就被人换了身份，养在了乡下的小村庄里，没有做过一天的永宁侯府小姐。这次皇上赐婚给王爷你的对象，本应该是我的妹妹纪晶晶，她不愿意嫁给你，永宁侯府的人就将我找回来替嫁。不过王爷放心，在出嫁之前，我就已经跟永宁侯府的人断绝了关系，从此之后没有什么永宁侯府的小姐，有的只是叶王妃。骆君鹤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纪云堂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告诉他自己嫁给他没有任何图谋，也不可能为永宁侯袭爵一事添砖加瓦。嫁给本王这个废人，委屈你了。等本王死后，本王会给你一纸和离书，以后无论是重新嫁人还是另立门户，你都可以重新选择，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有我在，你不会死。王爷，我能冒昧地问一下，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吗？说不定我有办法可以治好。多谢纪姑娘，不过不用麻烦了，本王本就是将死之人，你能为我做这么多，让我能有一份正常人的体面，本王的心里已经很感激了。之后的事情就听天由命吧，本王什么都不愿奢求了。王爷，我纪云堂从来都不信命，听天由命这个词太虚伪了，我更喜欢风水轮流转，往死里转。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想你一定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有血海深仇没有报，难道你就甘心这样死掉吗？害你的人都还没有死，你又为什么要提前放弃自己的生命？经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大丈夫生亦何难，死亦无所惧。现在有人能救你，而你也还能喘气，为什么不愿意试一下呢？难道还有比你目前更糟糕的结果吗？万一我真的把你给治好了呢？他在床上瘫了3年，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说过不会放弃他。他的父皇、母妃以及亲妹妹全都巴不得他早点死了。我活着只会拖累你，你死了才会拖累我，你活着至少我还有命在，不是吗？骆君鹤心里抽疼，不是他不想活，而是根本就活不了。这3年来，骆思年也为他请来了不下上百位大夫，可看诊后每个人都是面带愁容的摇摇头，让叶王府为他准备后事。他之所以还撑着一口气，就是放心不下龙跃军中的20万将士。可如今他们有的在战场命悬一线，有些还在冷冰冰的狱中受苦。王妃，王爷的午膳已经做好了，是要现在就用膳吗？端进来吧，我让你去吩咐厨房给王爷煮粥。
这就是厨房做的菠菜胡萝卜粥。只见巴掌大的小碗上全是清汤，看不见几粒米，上面飘着几片白菜叶子和指甲大的藕丁，要多敷衍就有多敷衍。王妃息怒，这是王爷的饮食清淡惯了，他平时又吃什么吐什么，要么就是全部都拉了。厨房里已经默认给王爷做成好像话的样子了。他当然不敢告诉纪云堂，这是柳连郎特意吩咐过的，并且里面还加了泻药。这么大的藕丁，你管这叫好消化？端下去给本王妃重做，再做不好，本王妃亲自过去指导他们。叶王府里的情况，骆金鹤心知肚明。虎落平阳被犬欺，那些下人早已经不把他当成主子了，全然忘记了当初自己收留他们的恩情。巧叶走后，纪元堂去了空间的小厨房，那里面的煤气灶上早已经熬好了一锅小米南瓜粥。叶王殿下，饿了吧？我给你煮了吃的，我先扶你坐起来。小米南瓜粥还是有些烫，纪元堂便先喂他吃水蒸蛋。这是你做的？这是水蒸蛋，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蛋白质。这里面我加了盐、香油和葱花，所以味道不会太寡淡，你可以多吃一些。用完膳，纪元堂开始收拾碗筷。他刚转过头，眼角的余光就瞥见骆君鹤的脸色有些奇怪。你怎么了？吃坏肚子了？不可能啊，这食谱可是多国专家权威认证的，很适合消化不好的病人吃的。不是，你能不能先出去？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王爷，你若是想要尿尿，直接尿就好了，我给你垫了尿不湿在下面，是不会弄湿裤子和床单的。以后你想怎么尿就怎么尿，想尿多少就尿多少，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想起自己今日身下那处的干爽，骆君鹤的心里一惊，难不成他已经被他看光了？王爷，你全身上下我都已经看光也摸过了，不过你放心，我是个很有职业操守的大夫，并不觉得你的身体有什么好看的，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你说的尿不湿真的能不打湿裤子吗？当然啊，你放心用就好了，我手里还多的是呢。你要是觉得我站在你面前尴尬，你尿不出来，那我出去好了。骆君鹤这才放开了身体。当尝试过后，骆君鹤惊呆了，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尿不湿的神奇。王妃娘娘，王爷的菠菜胡萝卜粥都已经做好了，奴婢想着您也没有用早膳，就让厨房也给您做了一份。哟，这不是会做饭吗？本王妃还真当他们是一群脑干缺失的，听不懂人话。王妃说笑了，以后您就是这王府里的主子，谁敢不听王妃的话呢？既然你们有心负责本王妃的饮食，那我就跟你们说说我的喜好吧。本王妃口味重，喜辣，对花生和豆类的食物过敏。你们去告诉厨房，以后做饭的时候让厨娘们不要加这些东西进来。是，王妃，奴婢这就去记住了。王妃，请王妃收留我们奴婢二人，我们愿意贴身服侍王爷王妃，请王妃给奴婢二人一个机会吧。这种两面插刀的人，他可不敢用，不过却不妨碍他将计就计。那好，你们两个就留下吧。不过王爷只习惯本王妃伺候，以后每日的饮食都先送到本王妃这里来，明白了吗？是，奴婢明白了。陈王殿下请留步，属下乃是叶王府的家奴，今日奉我家王妃娘娘之命来给陈王殿下送这寒冰石床，还请陈王殿下笑纳。这个女人，她还真是胆大包天，不知好歹。骆思年原以为纪元堂昨晚最多也只是在气头上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把他三哥睡的寒冰石床给自己送来了。陈王殿下放心，我们家王妃已经给叶王殿下换了新的房间和床铺，铺上了厚褥子和床单，每天都干干爽爽的，保证我家叶王殿下睡着比这个冷冰冰的石头床要舒服得多。哎呀，对了，你瞧属下这记性，居然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我们家王妃还让属下给陈王殿下带一句话，他说这张寒冰石床造价不菲，材料珍贵稀有，
最重要的是，我家王爷贴身睡了3年，上面早就留下了他特有的痕迹。陈王殿下最好还是亲自过目一下，更别说陈王殿下和我们家叶王殿下还是手足情深的亲兄弟。我们家王爷一个病人都能在这上面睡这么久，相信陈王殿下身轻体健，也一定能够承受得住这10床。王妃她很期待你的使用感受啊。纪元堂他是疯了吧？他到底想要干什么？真以为当上了叶王妃，整个叶王府就由他一人说了算吗？那他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本王的事情还轮不到他来指手画脚。洛思年胸口起伏不定，眼角的余光却瞥见了牛车下面的一大坨牛粪。你怎么还不管？留在这污染本王王府的空气？陈王殿下，属下这一路运送寒冰10床十分不易，这牛车还是属下去外面租来的。你看这运送费和人工费嘛，王爷你宅心仁厚又十分体恤下属，想必应该不会不给属下这笔费用吧？来人，去给他取100两银子。你是什么人？怎么在叶王妃的院子里啊？叶王妃去哪儿了？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可还顺利？你是王妃？王妃，你干嘛把屎涂在脸上呀？他嗅了一下，这药膜是有味道，但却是微苦的中药味，没有屎臭味那么离谱吧？美容养颜。王妃，属下刚刚从陈王殿下那里得到了100两银票，要不你还是拿去买点胭脂水粉用吧。属下听说配月阁的胭脂水粉是咱们帝都最好的，那些世家千金们都喜欢在那里买。属下是个粗人，也不懂那些女人用的东西。王妃若是喜欢的话，就拿这些钱去买几样回来用吧，总比用屎来美容的好呀。不用了，既然是陈王殿下给你的，你就留着吧。本王妃想要银子，会自己动手。可是王妃你……没有可是，本王妃再不受宠，那也是叶王府的主子，区100两银子还不至于拿下人的。陈虎，本王妃现在就有件事吩咐你去做。看见茶杯下面压的那张纸了吗？你把它拿过来。王妃，这上面都是什么呀？这是我画的健身器材，分别是单双杠、5步桩、水平梯，以及一个40斤重的杠铃杆。你去城中找木匠，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出来，最好是越快越好。纪元堂如今的处境并不好，这具身体又实在太弱，他必须要尽早训练，恢复前世的体能水平。好的，王妃，属下这就去城里找木匠。陈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今天后院的柴劈了吗？马喂了吗？马我早上已经喂过草料了，昨天砍的柴不是还能烧几天吗？我现在有点事儿要出门一趟，你要是急的话，那等我回来再砍一些柴火囤起来。放肆！你个狗奴才，怎么跟我娘亲说话的？还不赶紧跪下给她磕头认错！我实话实说而已，何错之有啊？你我同为叶王府的下人，你该不会以为别人叫你一声柳小姐，你就真的比我的身份高贵了吧？哼！娘亲，这个狗奴才他欺负我，娘为女儿出气呀！陈虎，听说你今日得了100两银子，别忘了你现在还欠着本嬷嬷500两银子，现在是不是可以还钱了？这银子是陈王殿下给我的送货费，是我凭自己的本事赚来的，凭什么你嘴一张我就要给你啊？有本事你也扛上1000斤重的床去赚！你别忘了，是谁天天供你吃住养着你的？你今天要是不把这100两银子给我，就别想出你身后这个大门。当然是叶王殿下了，难不成还是你供他吃住养着他吗？王妃，你怎么来了？这里野狗太多，你还是快回西院吧，以免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咬到你。巧了吗？这不是本王妃最喜欢打狗了，若是真有不长眼的狗咬了我，那我不仅要咬回去，还要多咬几口，把它们身上的肉一片片撕碎，再踩成稀巴烂。你说会不会很有趣？陈虎，本王妃不是让你出去办事吗？你怎么还没走？回王妃的话，许嬷嬷带人拦着我，让我把100两银子给她抵债，我不给她，她就不让我出这个门。哦，竟然还有这事儿！
哦，对了，本王妃刚刚好像听见许嬷嬷说是她养着你，供你吃住的，对吧？没错，王妃，属下力气大，在叶王府里吃得多，但我每天干的活也是别人的5、6倍呢。王府里面的脏活、累活、重活，基本上都是属下一个人在干呢。到现在为止，属下已经5年没有拿到过月银了。许嬷嬷私自扣了我的月银不说，还让我给她交伙食费，现在已经欠了她500两银子了。但这笔钱我是不认的。属下再怎么没本事，那我也是王爷当年亲自带回来的人，在叶王府里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干活，王府给我管饭吃，本来就是相互的事情。就算是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银子来呀。许嬷嬷这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陈虎，你休要胡说八道！你的月银每个月2两，我都是如实给你发了的，王府的账本上也都有记录。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王府的下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你说你给陈虎发了月银，那就把账本拿出来看看吧。到时候你们谁说了谎话，那就都一目了然了。他只是随口一说而已，当然不敢拿账本出来，毕竟叶王府的账本都是他找人随便做的。你们一个个是耳朵里塞驴毛了吗？没听见王妃说要看账本吗？许嬷嬷迟迟不愿意把账本拿来，是因为账本有问题吗？怎么可能？王府的账本都是老奴亲自监督人做的，断然不会出现问题。王妃在此稍等片刻，老奴这就去给你拿账本来。纪元堂坐在前院，茶水都已经喝干2壶了，许嬷嬷才磨磨蹭蹭的把账本给他取来。走这么慢，你是没吃饭吗？看你胖得跟个球一样，也不像是没吃饱的样子。下次再让本王妃等这么久，你就躺地上给我圆润的滚过来。王爷购买床铺花费50两，王爷用冰块1年消费3000两。如果本王妃没有记错的话，王爷的床你们连清洗都没有清洗过一次。我带他搬进了西院，住的也是现有的院子和床，何来买床花了50两之说？还有，冰窖是宫里才有的东西，想必这冰块也是从宫里送出来的吧？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丽妃娘娘派人送来的。要不我们去丽妃娘娘面前当面问问，看看她有没有收她亲儿子用冰块的银子。回王妃的话，老奴给王爷买的床在你还没嫁进王府之前就已经睡烂了，老奴便又让人把王爷安排在寒冰石床上睡了。当然这也是丽妃娘娘的意思。至于冰块的开销，都是1年1次结清的。宫里冰块稀有，价格昂贵，丽妃娘娘虽说是王爷的母妃，但我们王爷早就独立开了府，她总不能一直贴银子养着咱们王爷吧？传出去实则不孝，有损咱们王爷的名声，所以老奴便私自做主，给了内务府3000两银子。这事儿丽妃娘娘也是不知情的。纪元堂冷笑，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老婆子，短短1盏茶的功夫，她就想好了一套说辞，还把责任全推到了骆君鹤的身上。丫鬟杜鹃每月月银2两银子，从去年10月份开始，她的月银就突然变成了1个月10两，1年总共加起来领了60两，这是怎么算的呢？难道王府的账房先生连最简单的加法都不会吗？什么？杜鹃2年前不都死了吗？怎么还在发月银？发的比我们这些活人都要高，这到底怎么回事？对啊，我记得杜鹃那时候可是3等丫鬟，我们府里的1等丫鬟都才4两银子1个月吧，她怎么可能10两1个月呢？王妃，那属下的呢？杂役陈虎1个月3两月银，去年年奖金奖赏5两。去他娘的，龟毛腿个仙人版本的年奖金，老子连月银都没拿到过一次，还多出来一个5两银子的年奖金，这瓜怂账房脑壳有包，编也不编个像样的理由出来。陈虎，你说你没拿就没拿吗？你怎么证明你没拿这笔银子？你刚刚说陈虎是2两银子1个月，账本上却又记得3两，那多出的1两银子是怎么一回事呢？坏了，我怎么把这个漏洞给忘了？这纪云堂还真是多事。老奴看陈虎吃苦耐劳，干活麻利，就给他多涨了1两银子的月银。说谎！
许嬷嬷，你真当自己天下第一聪明，别人都比不上你了是吗？你这4柱结账法，只有旧管没有新收，更没有开除。你不会以为最后实在上的数字对上了，这本账就做好了吧？纪云堂不是大字不识的村姑吗？怎么还知道4柱结账法？王府以前没有女主子，但现在有了。从今以后，叶王府的管家权就由本王妃一人来负责。看在许嬷嬷是王爷救命恩人的份上，本王妃不与你为难。只要你把这些年王府账上缺的银子全部补上，把拖欠下人的月银全部发齐，那么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王妃，老奴对叶王府忠心耿耿，这些年王爷无论是出去带兵打仗，还是瘫痪在床，都是老奴一人尽心尽力的打理着整个王府。对此，我可是付出了很多精力。老奴尊称你一声王妃是看得起你，但你也不能如此得寸进尺。老奴的管家权是王爷当年亲自交到我手上的，就算是收回去，那也是王爷来收，你没有资格这么做。我娘说的没错，在你没来之前，他把整个叶王府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凭什么你一来就要收走他的管家权？纪云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初皇上赐婚给贺哥哥的王妃根本就不是你，而是永宁侯府真正的千金大小姐纪晶晶。你一个乡下长大的私生女，怎么比得上侯府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纪小姐？你这个冒牌货，有什么资格进我们叶王府的大门？别打我！纪云堂哪儿会听他的话，手扇得更快了。琳琅，娘的琳琅啊！住手！纪云堂，你这个贱蹄子，快给我住手！你们还站在这干嘛？还不快把我的宝贝女儿救出来！我的琳琅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的卖身契也别想要了，我会把你们卖到南凤院里面去当小官，让你们生不如死！眼看几个家丁朝着纪云堂袭去，孙子们，吃你爷爷一脚！快速出击，3两下就将几个家丁全部抱起来，甩飞了出去。许嬷嬷气得脸都绿了，两眼一黑，晕了过去。纪云堂手打累了，他像丢死狗一样的将柳琳琅丢了出去。纪姑娘，刚刚外面有点吵，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吵醒你睡觉了吗？叶王府的下人们似乎并不待见我这个王妃。我说的话还没有许嬷嬷放的屁响。听闻她是王爷你的救命恩人，我出来叶王府还没2天，许嬷嬷和她的女儿却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她的确是本王的救命恩人，小时候本王失足落水，是她跳进湖里救了本王的命。不过你既然嫁给了本王，那就是这叶王府里的主子，就算是许嬷嬷也不应为难你。以后王府里的大小事务皆由你一人说了算就好，让许嬷嬷在一旁辅佐你。这么看来，洛君鹤还是明事理的，并没有因为许嬷嬷是他的恩人就让自己让着他。叶王殿下，如果我说我打了许嬷嬷和柳琳琅，还夺回来了他手里的管家权，不知王爷可会怨我？不怨，你是主，他是奴，这与对我有恩是两码事。若是他因为某些事冒犯了你，那你教训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再者，你嫁到了王府，管家权本就该交到你的手上，这点是许嬷嬷没有做好，你并没有什么错。王爷晚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早上的水蒸蛋很好吃，本王很喜欢，有劳纪姑娘。王爷，水蒸蛋虽然好吃，但一天却不宜多吃。我给你做个鲈鱼奶汤，再煮个山药南瓜小米糊吧，这些都是有助于你伤口愈合的。那本王就先谢过纪姑娘了。参见丽妃娘娘。传王今日怎么有空来未央宫看本宫了？丽妃娘娘，本王今日贸然前来，是有事想找娘娘咨询，事关三哥的身体。鹤儿的身体怎么了？本宫不是每日都让人从宫里送冰块出血，给他供火毒吗？丽妃娘娘，三哥他真的中了火毒吗？可为什么他泡了3年的冰块浴，睡了3年的寒冰石床，身体除了越来越弱以外，还是没有一点好转呢？会不会是朱太医当年诊断错误了？三哥他其实并没有中火毒，只是被那场大火烧伤了皮肤。
朱太医是太医院院士，是整个太医院医术最高明的人。皇上的身体都是他在调理，给赫儿的诊断自然不会出问题。本宫知道你跟赫儿情同手足，这些年你为他的身体操碎了心，本宫又何尝不是呢？那一张寒冰石床，无论是派人寻找还是运输到京城，打造成石床，本宫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赫儿是本宫的儿子，本宫比谁都希望他的身体能快点好起来。这么多年了，本宫常常出宫去到庙里给他祈福，本宫这是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这若还是救不了他，本宫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洛思年立马就觉得自己错了，大错特错。他怎么能怀疑丽妃娘娘呢？她可是洛君鹤的亲生母妃呀。丽妃娘娘，对不起，是本王误会你了。我知道你为三哥付出了很多，这些都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今日是本王冒犯了，改天思年定当亲自上门请罪。罢了，你也是为了赫儿好，也没做错什么。就是不知陈王今日为何会突然探究这件事儿呢？回丽妃娘娘的话，你为三哥花重金打造的那张寒冰石床，被叶王妃送给了本王，上面全都是一些恶心肮脏的污秽之物。他现在严重怀疑那张寒冰石床上的屎尿血迹是纪云堂故意让人泼上去的。纪云堂，他竟然没有被赫儿的样子吓跑，倒是让本宫意外。丽妃平时不会干预叶王府的事情，但她私心里却是希望纪云堂把叶王府弄成鸡飞狗跳的。既然纪云堂已经嫁给了赫儿，便是赫儿的王妃了，就算她的行为再粗鄙不堪，你也该喊她一声三皇嫂。丽妃娘娘，你就是脾气太好了，你不知道那个丑三皇嫂她野蛮无知，嚣张跋扈，横行霸道，蛮不讲理，反正没有一点王妃该有的样子。她要是出了门，指不定还有丢三哥的人，败坏我们皇家的名声。丽妃听见洛思年的描述，心里对纪云堂更满意了，只是她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表露出来。那改日本宫召她进宫来，让孙嬷嬷好好教教她，教她宫里的规矩。今日天色也已经不早了，早点出宫回府去吧。是，那本王改日再带着礼品进宫看娘娘。纪云堂，哼，你可莫要让本宫失望啊！王爷，这个是吸管，只要用嘴轻轻一吸，就能喝到碗里的鱼汤和稀粥。你试一下。洛君鹤只感觉到一根手指粗细的棍子抵在自己的嘴唇上，他张嘴含住，轻轻吸了一口，瞬间碗里的鱼汤就进入了他的嘴里，与鼻尖闻到的味道一样，浓烈的香味席卷着整个舌尖。纪云堂刚扒了一口饭到嘴里，门外一道怒气汹汹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纪云堂，你给本王滚出来！纪云堂听出了是洛思年的声音，他没有理会，继续低头干饭。八弟他这是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火？别理他，吃你的饭。陈王殿下，你看看叶王妃，她连你都不放在眼里啊！洛思年上前一脚就将西院的门踹了开来，苏木想阻止，却已然来不及。火气这么大，你吃炸药了？纪云堂，你给我三哥吃了什么？太医说过他的身体只能喝米汤，不能吃别的。要是我三哥吃坏了身体，怕是你10个脑袋都不够父皇砍的。那就等你三哥吃坏了身体来砍我吧。八弟，不得对你三皇嫂无礼。三哥，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她嫁给你根本就没安好心。哼。那你说说，我怎么没安好心了？你让陈虎把三哥的寒冰石床送到本王府上，故意在上面淋上了屎尿和狗血，让本王误以为那是三哥留下的，还让我躺在了那上面。本王现在想起来都恶心的想吐。你这个丑八怪，恶心本王也就算了，还带坏了我三哥的名声，
让别人误以为他堂堂战神王爷整日将屎尿都拉在床上，还无人帮忙清理。你说，你到底安的是何居心？洛君鹤无语了，他突然觉得嘴里的鱼汤不香了。王爷，你八弟他脑子有病吧？会不会小时候大脑发育不全，小脑又萎缩了？不然他怎么能说出这种不长脑子的话来？洛思年，有病你就去找大夫呀，我又不是大夫，治不好你这18年的脑残。纪云堂，你……洛思年，你闹够了吗？闹够了就滚回你的陈王府去，本王的地盘还轮不到你来撒野。三哥，本王累了，你走吧。三哥，你已经被这个女人给迷了心智了，终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洛思年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许嬷嬷，来都来了，怎么不进来跟王爷和本王妃打声招呼呢？奴婢还有要事在身，不好惊扰王爷王妃休息。许嬷嬷，进来吧，本王有话要跟你说。王爷，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王妃她不仅打了奴婢的女儿，还夺回了奴婢手里的管家权。这件事情王妃已经跟本王说过了，以前本王没有娶妻，整个叶王府都交给你打理，无论你如何管家，本王都不会过问。可现在本王娶了王妃，叶王府有了女主子，王府的管家权也确实该交到她的手上了。许嬷嬷，你是救过本王的命，本王感激你，也愿意报答你。可那跟本王的王妃没有半点关系，她犯不着也跟着本王一样感恩你。你们若是冒犯了她，她出手教训你们，并没有任何问题，这点本王不会为你做主。本王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辅佐王妃，管理好整个叶王府。本王也愿意为你养老送终。以后本王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叶王府的下人对王妃不敬的言论了。本王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下去吧。是，王爷，奴婢告退了。王爷，你这鱼汤和米糊冷了，要不我再帮你热一下吧。季姑娘，今天的事情，本王代八弟跟你道个歉。他年纪小还不懂事，为人处事不够圆滑，做事难免冲动了一些。本王知道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本王好，只不过眼界太浅，没遭受过人心的险恶，冒犯了季姑娘，实在是不好意思。你倒是处处为他着想，只可惜啊，他连你这个兄长3年来过的什么苦日子都不知道，耳根子软，随意就被人给利用了，将来可是要吃大亏的。不过王爷大可放心，洛思年还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毛头小子而已，我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只希望他下次不要再招惹到我的头上来，不然我连他一块儿揍。若是有下次，季姑娘尽管放心动手，就当是替我这个兄长来教训没长进的弟弟了。王爷，我把鱼汤和米糊给你热了一下，等会你吃完饭之后，我就给你清理脸上的伤口和腐肉。好，有劳季姑娘了。如果本王真的能有幸活下来，将来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给治好的，让你像个正常人一样堂堂正正的活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特殊爱好，就喜欢金银钱财那些俗气的东西。到时候我就等着你拿一堆俗物来感谢我。看来昨晚我熬的鱼汤不错，王爷你尿的还挺多啊。洛君鹤知道纪元堂在打趣自己，他涨红着脸，别扭地转过头，不敢朝向他。叶王殿下，你要拉屎吗？我抱着你去。不用了，本王还没有变异。那好，等你想拉屎了再叫我吧。王妃，今日是你3日回门的日子，让奴婢来帮着您梳妆打扮吧。不去。王妃，回门是多么重要的日子啊，哪能说不去就不去的？要是被外人知道了，会说咱们王府瞧不起人的，没有规矩。你是王妃，还是我是王妃？本王妃做什么事情，还用得着你来给我做决定？他目光寒凉地看向巧叶，这就装不下去了吗？他可还没有玩够呢。王妃息怒，奴婢不是这个意思，是奴婢多嘴了。既然知道自己多嘴，那就去干点不用动嘴的事。
你和陶之二人去把院墙周围的那些花花草草全给本王妃拔了，四周装上篱笆，本王妃要在这里养鸭子。啥？养鸭子？可是咱们王府哪里来的鸭子啊？你们没有，我有。说来也是可笑，她出嫁的时候，永宁侯府给她准备的嫁妆分别是草鱼1条、土狗1条、鸭子1对，说那是民间传下来的3秦风俗。可民间传下来的3秦风俗分明是金鱼1条，象征年年有余；江八犬1只，象征旺旺富贵；鸳鸯1对，象征比翼双飞。到了永宁侯府这里，就成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禽了。如今这3样东西还养在他空间的农场里，他哪里会不知道，永宁侯府送来的这3样嫁妆，表面上是想讨个好寓意，实际上却是在羞辱他。二哥三哥，祖母和母亲刚刚还在念叨你们呢，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想你们了，就放下手头上的生意回来了。祖母母亲，大哥刚刚被父亲叫去书房议事了，我们兄弟2人就先过来了。太好了，那今日我们一家人都聚齐了。就是姐姐要是能一起回来就好了，今日本就是姐姐3日回门的日子，可现在都已经40了，她怎么还不见回来？该不会是真的生我的气了吧？晶晶，你别多想，那个丑八怪不回来才好呢，看见他那张脸我就倒胃口。可是姐姐上次说要跟我们永宁侯府断绝关系，她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晶儿妹妹，你就别担心了，纪云堂嫁给了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王，说不定现在还在伺候那个残王端屎拉尿呢，又怎么舍得跟我们永宁侯府断绝关系？依我看，等到了50，他一定会哭着回来求我们原谅的。纪云堂他敢在成亲之日如此羞辱静儿和风儿，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势必要让他在门外跪上3个时辰，给我的2个乖孙儿赔罪，否则他休想踏进我们永宁侯府的大门半步。是祖母，孙儿这就下去安排，让门卫不许放纪云堂那个贱人进来。待会儿本公子势必会让他在外面跪够3个时辰再说。唉，百亿呀！不想当富婆的女人不是好女人。虽然你主子我现在还穷得叮当响，但是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赚到数以百亿的银子来。到时候你就是我身边的第1猛将，啊不，第2猛将才对，第1应该是我男人。算他还有点良心，要是自己连1只狗都比不过，那该有多扎心。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谁有那么好的运气，能娶到我这个未来的百亿富婆呢？要不我多养几个美男子吧，免得他们为我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落到骆君鹤的耳朵里，却显得那么的刺耳。他明明已经有自己了，也愿意留在自己的身边照顾他，为什么还要想要嫁给别人呢？既然如此，他又为何要对自己这么好？骆君鹤的心里升起了闷气。药王殿下，吃饭了。猜猜今天中午我给你做了什么？有蔬菜玉米粥和肉末豆腐脑，有点烫，我已经给你晾凉了，现在吃刚刚好，你快起来尝尝。本王没有胃口，你端下去喂狗吧。啊，他不解，这男人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开始发起了脾气来，他好像没有哪里惹到他吧？你真的不吃吗？不吃。那好，那我吃了。真香啊！扑鼻的香味钻入鼻尖，骆君鹤拼命让自己不要想不要听，可肚子还是咕咕的拌起了奏来。男人全身上下嘴最硬，嘴上不想吃，身体倒是很诚实。快起来吃吧，都给你留着呢，我可一口都没动。药王殿下，命是自己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你说的对，刚刚是本王小心眼了。季姑娘，有2件事本王想跟你说。今日本王没能陪你回门，我本来也没想回那个门，永宁侯府那个家有了几晶晶，根本就容不下我。我对他们来说只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还回去干什么？
以后叶王府就是你的家，不想回去，以后都不回去了。等本王伤好了，赚多多的银子来养你。好啊，那叶王殿下可要快点好起来，我等你赚钱养我。几姑娘，还有一事，我以后可以叫你阿唐吗？阿唐，这个称呼不管前世还是今生，都还从未有人这么叫过他。当然可以，叶王殿下想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那你以后可以不叫我叶王殿下吗？那我叫你什么？洛公子，洛少爷，君君，赫赫，赫宝，就叫我阿赫吧。行，那以后我就叫你阿赫了。姐姐不愿意回门，好歹派人过来侯府通知一声啊，怎么能让外祖母、父亲、母亲和3个哥哥们等这么久呢？依我看，他不是不想回门，而是回不来。大哥此话怎讲？东城国谁人不知，叶王骆君鹤3年来娶了5位王妃，前4任不是在新婚之夜被吓死了，就是吓跑了。你们觉得以纪云堂那胆小如鼠的性子，他比那前4位王妃又能好到哪儿去？这么久都没消息传来，说不定在嫁过去当晚，纪云堂就已经被叶王给吓死了。这样的叶王妃还怎么回门呢？世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这孽女死了也就死了，把她找回来的价值本就是帮晶晶挡走这门婚事的。既然纪云堂和叶王的婚事已定，想必皇上以后不会再给永宁侯府赐婚，晶晶就可以安心嫁给太子殿下了。外祖母、父亲、母亲、大哥、2哥、3哥，姐姐是代替我才嫁到叶王府的，她的死来的突然，这件事情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明日去叶王府里看看姐姐，顺便将姐姐的尸体带回来安葬了。许嬷嬷，我知道姐姐已经走了，你就让我见见她最后一面吧。好歹她也是父亲流落在外面的女儿，我想让她体面一点上路。纪云堂死了，他怎么不知道？昨天他不是还在生龙活虎的打人吗？许嬷嬷，就当是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见见姐姐吧。他的贴身丫鬟翠柳上前，偷偷将一个玉镯塞到了柳嬷嬷的手上。我们家王妃命苦啊，还请纪2小姐节哀顺变，奴婢这就带你进去。许嬷嬷眼中奸诈一闪而过，反正银子也到手了，至于纪晶晶要怎么对付纪元堂，或者纪元堂要怎么折腾纪晶晶，那就不关他的事儿了。白毅，你说这是又有哪个不要命的送上门来了？纪小姐，王妃她就住在那里，你自己过去吧，奴婢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就不带你进去了。姐姐她就住在这种地方？回纪2小姐的话，王妃她就住在这儿。估计叶王府的人把纪元堂赶到这儿来，是想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吧。不过今天他来了，不管纪元堂是死了还是没有死，这副棺材纪晶晶都没有打算再空着抬出去。那许嬷嬷就下去忙吧，我想单独跟姐姐待一会儿。抬上棺材，我们走。他刚走进院子，一个黑团子就从旁边窜了出来，对着纪晶晶的小腿就是一口。纪晶晶疼得抽了一口气，哪来的野狗，竟然敢咬本小姐！看本小姐今天不把你杀了炖狗肉！杀了本王妃的嫁妆，你赔得起吗？哼，你根本不是叶王妃，叶王妃是我姐姐，你快告诉我，你把我姐姐弄哪里去了？纪晶晶，你眼睛不要的话，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如今的叶王府的女主子就只有一个，我不是叶王妃还能是谁？纪云堂清冷绝美的模样，把刚从门口进来的陈虎都给看傻眼了。明明他还记得昨天叶王妃的脸上有块巴掌大的黑斑，现在怎么就不见了？你抬着一口棺材上门，难不成是以为本王妃死了，想给本王妃收尸啊？你真的是纪云堂？这怎么可能？王妃，她就是你曾经说过的逼你来叶王府替嫁的侯府2小姐吗？属下觉得她长得好丑啊，
心眼也坏，难怪不好意思嫁给我们王爷。姐姐，不是这样的，你听我给你解释。昨天是你和叶王殿下3日回门的日子，可外祖母、父亲、母亲和3个哥哥们在家里等了你整整1天都没见你回来，他们放心不下，都以为你在叶王府遭遇了什么不测，所以才吩咐我今天带人过来看看。看见姐姐你没事儿，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们一家人也就放心了。季晶晶，看我没死，你很失望吧？放心不下我，所以逼我来帮你替嫁。放心不下我，所以带着棺材上我叶王府的门。放心不下我，一进门就开始在我的地盘上闹事。你别忘了，我早就跟你们永宁侯府断绝关系了，回不回门都与你无关。既然你这棺材拿来了，那也别浪费。陈虎，把纪晶晶给我塞到棺材里，送回永宁侯府去，别让她脏了我们叶王府的地盘。好嘞，王妃，属下这就去办。他身边的家丁们冲上来想要阻止，可他们又哪里会是陈虎的对手？不要！我可是永宁侯府的小姐，你个狗奴才敢这么对我？我们家小姐还是叶王妃呢，你不也照样那么对她？陈虎，纪晶晶的脸好像脏了，去大缸里给她洗洗吧。她这么注重自身形象的一个人，我们要让她体面的上路啊。陈虎直接将他的脑袋按进了水里，他的头刚一抬起来就被陈虎按了下去，如此反复循环了好几次。救命啊！两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去，这就晕了，真没用。他一只手把纪晶晶提起来，直接扔进了棺材里。棺材留个缝，别把他憋死了，死了那就不好玩了。临走之前，纪元堂又给陈虎交代了很多事情。好嘞，王妃，这件事情包在属下身上，属下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年度最大的姐妹花，大家都来吃一吃啊！永宁侯府的小姐纪晶晶，今天早上抬着一口棺材上我们叶王府的门，说我们家王妃死了，要给我们叶王妃收尸。众所周知，皇上给叶王殿下的王妃本就是纪晶晶，可他却嫌弃我们家王爷残废，死活不愿意嫁，让他的姐姐去帮他替嫁。这也就算了，我们家王妃嫁过去后，明明还活得好好的，不知道纪小姐带着棺材上门是安的什么心？她这么做不是在诅咒我们家王妃吗？可怜我们家王妃呀，明明是永宁侯府的血脉，却不知为何从小在乡下长大，与纪晶晶小姐的生活一个天一个地。好不容易她被接了回来，被这一家子嫌弃不说，他们还想要吸干我们家王妃的血，为纪晶晶铺路。他们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这事儿我知道，我今儿个就看见纪二小姐呀，抬着一口棺材从我的面前路过，没想到她居然是去叶王府给自己的亲姐姐收尸，人家又没有死，她这么做也太过分了。谁说不是呢？同样是永宁侯府的千金小姐，你看看那个纪晶晶和纪云堂的待遇，天差地别呀！逼着人去替嫁，她不感激人家也就算了，怎么还能咒人去死呢？这位小兄弟，想必正是叶王妃身边的人吧？我是永宁侯府的夫人，也是叶王妃和纪二小姐的母亲。晶晶今天抬着棺材去叶王府是不对，但她也是关心自己的姐姐，才不小心失了分寸，并不是故意想要诅咒云堂的。小兄弟啊，你先不要激动，有什么事情咱们进府商量可以吗？孟夫人，进府去就不必了，属下等会儿还要回去给我家王妃复命，咱们有事就在这里说好了。今日纪二小姐荒谬无理的行为，给我们家叶王妃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我们家王妃都被气哭了。不仅如此，她还惊吓到了侯府送给我家王妃的3样嫁妆，损坏了王妃院子里的财物。我们王妃说，原谅纪小姐也不是不行，但侯府必须得给她赔偿，金额不得少于10万两，否则她就要带着纪二小姐去皇上面前说理了。毕竟在没有主人允许的情况下，纪小姐私自将棺材抬进王府，那可是大罪啊！夫人要是想好了的话，就给属下回一个话吧，属下也好回去跟王妃交差呀。什么？他跟我要10万两？
我可是他的亲生母亲。可王妃说她是孤儿啊。本夫人的手里如今没有10万两银子，你得给我几天时间筹钱。没问题，王妃说她给你们3天时间筹钱，3天之后，若是侯府没有把10万两银子送到叶王府，她不确定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夫人，既然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就请你在这张欠条上签个字吧。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永宁侯府欠了叶王妃10万两，要求3天之内还清，并且在署名处还按了红手印。最后，孟氏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颤抖着手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还在陈虎的要求下按上了红手印。很快，这件事情就成了东城国百姓们茶余饭后谈笑的焦点，甚至还有人以永宁侯府3天后会不会给纪云堂10万两银子一事下起了赌注来。陈虎，我上次让你去当柳琳琅的首饰，如今还剩多少银子？回王妃的话，那5件首饰一共当了2000两银子，属下找木匠定做你要的器材花费了800两，如今还剩1200两。王妃要的话，属下现在就去给你取来。不用，你去把这1200两银子全部拿去押注，就押永宁侯府3天后不会给我送钱来。啥？不会送钱？那我们今天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呀？怎么会白忙活呢？该是进我们腰包的银子，1分都不会少。好的，王妃，属下这就去外面押注。娘亲，我现在就去杀了纪云堂这个贱人！琳琅，你不要冲动，你这么过去，要是杀不了纪云堂，反而还会将自己的命搭上。你之前不是把巧叶安插在了纪云堂的身边吗？你让他……母女2人凑在一起合计了一番。许嬷嬷，柳小姐，你们找奴婢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小叶，我让你留在纪云堂的身边监视他，有任何情况都要第一时间来跟我和娘亲汇报。你为何这么久了都不来找我们？柳小姐息怒，王妃那一边管得严，奴婢不敢出来。不过奴婢正有事情想着要跟您还有许嬷嬷汇报，是有关于王妃的。好，说来听听。奴婢发现今儿个中午的时候，王妃脸上的黑斑突然消失不见了，她整个人变得又白又漂亮，甚至比特意打扮了一番的纪2小姐还要美。就连叶王殿下这几天脸上的腐肉也有了隐隐愈合的趋势，这都归功于王妃每一天都往脸上擦的东西。你可知她的脸上擦了什么东西？是屎。你说什么？奴婢没有骗柳小姐，王妃每天往脸上涂的东西真的是屎。上一次奴婢还亲耳听见王妃与陈虎说她在拿屎做美容。屎的品类那么多，你可知她用的是哪种屎？王妃往脸上抹的屎是黑色的，奴婢看就像是她每日在院子里产的狗屎。奴婢发现王妃每天给王爷脸上抹的东西是绿色的，还有一股子特别难闻的味道，看起来很像是西院2只鸭子拉的。柳琳琅下定决心，立马就派人去外面高价收购优质狗屎。他找狗屎做什么？吃叶王府的饭菜不合胃口吗？属下看怕是柳琳琅的脸毁容了，受刺激精神失常了，才做出这么神经的举动来。别管他，反正他那脸若是没有本王妃的解药，这辈子是好不了了。不仅如此，柳琳琅脸上的那些黑斑还会往身上蔓延，直到遍布全身，心脏衰竭而死。王妃，你的脸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现在它又出来了呀？谁跟你说我的脸好了？他只不过是看见纪晶晶来了，用了一点粉底液和遮瑕膏，把脸上的黑斑给遮掉了而已。阿唐的这身厨艺是跟谁学的？我是跟我的导师学的，他做饭特别好吃，我以前经常去他家里蹭饭，久而久之就学会了。那他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吧？是啊，我的这身医术就是跟他学的。阿赫，你的眼睛需不需要我帮你看看？也好，那就有劳阿唐了。阿赫，你的眼睛失明有多久了？3年了。本王还记得，3年前那是我最后一次带兵打仗，父皇只给了我2000精兵，对上敌方的3万人马，
为了夺回被西蛮攻占的那5座城池，本王制定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让1900人在山上伏击，本王则带着100人深夜潜入敌营，烧了对方的粮草。可本王千算万算都没算到，我军的阵营里居然出现了细作。本王在回去的时候，被人从山上偷袭，石头滚落砸伤了本王的双腿和脑袋。从那以后，我的眼睛就变得模糊了。真正看不见的时候，还是2个月后宫里的一场中秋宴说起。皇宫举办宴会，要求所有皇子公主必须参加，包括本王这个卧病在床的残废也不例外。中秋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可跟本王这个废人也没什么关系。尽管我并不想去参加，可还是抵抗不了皇命。本王记得很清楚，本王那日并没有饮酒，只是吃了一点宫女端上来的点心，意识就不太清楚了。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是被大火烧醒的，滚滚浓烟直往我的口鼻里呛，想呼救却根本喊不出来。本王那时候就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本王不能死，本王得活着。抱着这个心态，我从火海里面冲了出去，但是脸却被烧毁了，眼睛也失明了。宫里的太医都说准备后事。从那以后，父皇弃了我，母妃讨厌我，就连亲妹妹也不待见我。他们表面关心本王，为本王付出了很多，实际上3年都没有来叶王府看过本王一次，就算是问候，也只是让许嬷嬷带话。这样的方式让本王感到陌生。本王瘫痪在床的这3年来，就只有巴蒂洛斯年陪在本王的身边，给本王一些支持和照顾。也正是因为他的鼓励，才让本王活了下来，直到遇到了你。骆君鹤说的云淡风轻，可纪云堂却知道，这3年来他承受了很多非人的遭遇，在某些方面他们还是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可怜人。阿鹤，我先来给你做个检查吧。阿鹤，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都给你针灸1次，帮你把脑袋里堆积的淤血化掉，相信用不了3个月的时间，你就能重见光明了。阿唐，此话当真？我的眼睛真的能看见？我说能就一定能，不只是眼睛，到时候你的腿、你的脸、你的武功都可以恢复如初。阿鹤，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能像正常人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林郎，你就别矫情了，这已经是他们能够帮你找回来的最好最完整的狗屎了，你可不能浪费这一番心意呀。娘亲，你想想办法把太医请来给我看看吧，我实在是不想往脸上吐狗屎。我上哪儿去给你请太医？我只是叶王府的仆人，若是没有主子的吩咐，我又如何能请得来宫里的太医呢？林郎，不是娘亲不帮你，而是我们现在手头上也很拮据，实在是拿不出来多余的银子来了。娘亲，你在府外不是还有一套？闭嘴！这种事情你也敢往出来说？你是嫌我们2个的命太长了吗？娘亲，我知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我愿意用狗屎敷脸试试。后夜，还是快让晶晶起来吧，她都已经跪了快1个时辰了。晶晶的身子骨本来就弱，再这么跪下去，她哪里受得了？怎么受不了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你知道他让人抬着棺材上叶王府的门，今天上朝的时候，外面那些大臣们都是怎么议论我们永宁侯府的吗？说侯府教女无方，骨肉相残，逼着纪云堂去给叶王替嫁也就算了，到头来连自己亲姐姐的命都不放过。现在外面的人都在说他恶毒。你们这些女流之辈呀，整天坐在家里，却净给本侯惹事。本侯和彻儿今天在朝堂上遭遇了多少白眼，又受了多少政敌的弹劾。皇上看我们都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以为这还是件小事吗？侯爷，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就算是责怪晶晶也于事无补呀。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想办法怎么在3天之内凑齐那10万两银子交给纪云堂。这钱不能给，孟氏都是你生的好女儿，
纪云堂再怎么说，也是我们永宁侯府的血脉。就算他嘴上断了亲，身体里流的还是我们永宁侯府的血液，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掉的。古往今来，子女跟娘家人狮子大开口要钱，还是头一遭。这银子要是真的给了他，那我们永宁侯府百年世家的脸面还要往哪儿放？外面的人又该如何看待我们？本侯也认为母亲说的不错，这笔银子不能给纪云堂。晶晶固然有错，但纪云堂张口就是10万两，无疑就是在敲诈我们。我们要是乖乖把钱送给他，岂不是让外人觉得我们怕了他？以后3番4次来跟侯府要银子怎么办呢？小叶，你这个贱人，你跟我说纪元堂用狗屎祛斑的方法是不是假的？你是不是早就背叛了本小姐，跟纪元堂搅和在了一起了？柳小姐，奴婢真的冤枉啊！奴婢跟您说的话句句属实，您就算是给奴婢100个胆子，奴婢也不敢骗您的。那你说，为何我脸上的黑斑不仅没消失，还继续的往身上扩散了？奴婢不清楚，但是奴婢亲眼看到叶王妃每一天都会用袋子将院子里的狗屎捡起来装好。若不是她用来敷脸，那她为何要去捡狗屎？还有，程虎也有亲口说叶王妃在用屎做美容，这些奴婢都是亲耳听到的。你这个贱人，我打死你！你敢帮着纪元堂一起来害我，是本小姐对你不够好吗？本小姐的脸要是毁了容，你也别想好过。柳小姐，别打了，奴婢知错了，奴婢有办法可以对付叶王妃，求求您再给奴婢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什么办法？你要是再敢戏弄本小姐，本小姐就杀了你。叶王妃不能吃花生和豆类的食物，等一会儿厨房给她做晚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豆粉撒在里头，她吃了一定会死的。那好啊，本小姐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只要纪元堂死了，本小姐就让娘亲把你的卖身契给你，放你出府。巧叶，你今天晚上给本王妃做的那些菜倒是蛮丰盛，你有心了。王妃若是喜欢的话，奴婢以后每一日都换着花样的给您做。王妃，您尝尝这个蹄花汤，厨房大娘从中午就开始炖了，一直炖了有5个时辰呢。不仅蹄花炖的十分的软，十分的烂，而且味道还特别的好。是吗？那我可得好好尝尝。很快一碗蹄花汤就见底了。王妃，奴婢没有骗您吧？奴婢就说这个蹄花汤真的很好喝。王妃喜欢的话，奴婢就帮着您再去盛上一碗。再来一碗。怎么回事？他不是亲口说的自己对花生和豆类过敏吗？这个蹄花汤里面他可是加了很多的黄豆粉进去，为什么纪元堂喝了这么多却还是一点事都没有呢？王妃，蹄花汤您已经喝了很多了，这个枣泥糕也是厨房大娘的拿手糕点，每一次陈王殿下过来都会吃很多，奴婢也让他们给您做了一盘，王妃要不要也尝尝看呢？枣泥糕里面他加了花生碎，他就不信纪元堂吃了这个还不会出事。好啊，正好本王妃也喜欢吃甜的，这枣泥糕看着就不错，我可得多吃几块。纪元堂心里冷笑了一声，哼，刚刚的黄豆粉，现在的花生碎，给机会他不中用啊，那就别怪他手下不留情了。巧叶，这枣泥糕还剩这么多，本王妃也吃不完，不如你跟着我一块吃吧。那奴婢就谢过王妃了。巧叶抓起2个枣泥糕，就狼吞虎咽地塞进了嘴里，生怕纪元堂会跟他抢一样。光吃糕点多干呐，刚好这里的蹄花汤还剩1碗，你也喝点吧。巧叶什么都没有说，她低着头将碗里的蹄花汤一饮而尽。巧叶一口血喷了出来，窒息的疼痛席卷而来，全身皮肤迅速变红，她很快就倒在了地上，抽搐了起来。巧叶，蹄花汤好喝吗？枣泥糕好不好吃啊？是你给我下毒。本王妃可没有给你下毒，今晚上吃的东西不都是你端来的吗？
你往蹄花汤和枣泥膏里面放了什么，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看在你快要死了的份上，本王妃就实话告诉你吧，本王妃其实并不对花生和豆类过敏，对这2样东西严重过敏的人其实是你。本王妃之所以那么说，就是想看看你和陶叶2人会不会背叛本王妃。你要是不想害我，那你自己也不会有事。本王妃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愿意珍惜。你为柳琳琅搭上了性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现在也只不过是自食其果罢了。巧叶倒地的画面全部落入了桃枝的眼中。你看够了吗？王妃，奴婢和巧叶不是一伙的，奴婢也没有害过王妃，求王妃不要杀我。起来吧，你可愿跟着我？愿意，奴婢愿意伺候王爷王妃，任凭你们差遣，此生绝无二心。以后西院里面的鸭屎和狗屎就由你来负责铲了。把桌子的饭菜收拾一下，早点回去休息吧。对了，你去把陈虎给本王妃叫来。王妃，你找我？有件事想让你去做。你去把巧叶的尸体吊起来，挂在柳琳琅、许嬷嬷的门口。是，属下这就去办。阿鹤，我打了热水进来，帮你擦洗一下身体。他见洛君鹤躺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反抗，像是任人宰割的小羊羔。阿鹤这胸肌不错呀，硬邦邦的，很有手感，就是少了点腹肌。腰也很好，看着就有劲儿，还有这腿，又细又长。洛君鹤身体瞬间僵硬。阿唐，你再闹下去，水就要凉了。好了好了，我这就帮你擦洗。等擦到下面的时候，洛君鹤又开始扭捏了起来。你别害羞啊，下面也是要擦洗的，不然长期下去，你的大腿又要生疮了。你也不想整天臭烘烘的被我嫌弃吧？我可不喜欢不爱干净的臭男人。你要是不想让我拖，那我就让陈虎进来帮你洗吧，只要你不怕他力气大把你弄疼就行。阿唐，要不还是你来帮本王洗吧。这就对了嘛，早知结果如此，你何必还要反抗我呢？我看你1次是看，看你10次也是看，我们本就是夫妻，夫妻之间做些亲密的事再正常不过了，这有什么好害羞的？那你看了本王的身体，会对本王负责吗？想让我对你负责，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你躺在这里，我只能看却不能吃，什么都做不了，总不能让我一辈子跟着你守活寡吧？巧叶死了并倒吊在柳琳琅门口的事情很快就传了个沸沸扬扬，许嬷嬷被吓得昏迷不醒，柳琳琅更是吓得一整天没出门。这母女俩果然是做了亏心事，还怕鬼敲门呢。3日之期已到，如今已经是第4天了，可永宁侯府还是没派人给叶王府送来银子。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本王妃亲自上门去要债了。陈虎，吃饱了就抄家伙，跟本王妃走。王妃，你做的东西也太好吃了，连肉包子和米粥都那么香，属下吃得好饱啊。养狗3日，用狗1时。几百亿，今天到你表现的时候了，表现好了，我回来给你奖励大鸡腿。本侯爷送你的东西，你安心收下便是。以后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叶王府待着，别再带着他上永宁侯府的门了。本王妃今日来，不是来跟你和夫人叙旧的，而是来收银子的。这上面白纸黑字写了永宁侯府3日后要给我送来10万两银子，可现在都已经第4日中午了，为何本王妃还是没有看见半点银子？纪云堂，就算你已经嫁到了叶王府，可你还是我济南川的女儿，晶晶是你的妹妹，你打了她这件事，本侯可以不跟你计较，可你也不能得寸进尺。你张口就是10万两银子，你可知道这笔钱对普通人家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可能他们3辈子都赚不来。可侯府也不是普通人家呀，你们有着100年的基业，更不需要祖孙3辈子去赚钱。你和你的大儿子在朝为官，二儿子在外面做生意。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们3个随便凑凑，
应该就能凑够10万两了吧？叶王妃此举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你的父母含辛茹苦地将你拉扯大，还给你许配好人家，让你当上了王妃，可你却转头就算计他们手里的银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若是没有他们的生养之恩，你又哪里能站在这里跟他们要钱？你这行为当真是不忠不孝，上不得台面。依我看，你就该跪在侯府门口，给你的父亲和母亲磕头道歉，直到他们原谅你为止。此人正是户部尚书的夫人邱氏，平日里和孟氏交好。不知你的子女可都安好啊？哼，自然，孝子贤孙，儿女成行，比你不知道好多少倍。是吗？那我就祝他们抛妻弃子，手足相残，将来嫁的人被夫家扫地出门，穷困潦倒一生，被虚假的亲情残害致死。你敢诅咒本夫人？看本夫人不狠狠撕烂你的嘴！这一巴掌是罚你以下犯上不敬王妃，这一巴掌是罚你胡说八道，扭曲事实。季侯爷和孟氏虽说是本王妃的亲生父母，但他们却从未对我有过一天的养育之恩。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找回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逼我去给纪晶晶替嫁叶王。早在成亲之日，本王妃就已经跟永宁侯府断绝了关系。如今永宁侯府欠了本王妃10万两银子，却拒不还钱，本王妃上门来要账，有何不对？你们要是谁不服，那你们就替他们把这10万两银子给本王妃还了。元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是我们永宁侯府对不起你。晶晶抬着棺材去叶王府，是他不对，侯爷也已经替你惩罚过他了。你能否看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面子上，再宽限我们一些日子？10万两毕竟不是小数目，我们一时半会儿真的凑不齐呀。孟夫人，如果本王妃没记错的话，纪晶晶的嫁妆不是价值30万两银子吗？你把它拿出来分我一点不就行了？孟氏脸色变了一瞬，纪晶晶有30万嫁妆的事情，纪云堂是怎么知道的？纪侯爷，孟夫人，本王妃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们要是今天不还钱的话，那本王妃就只能天天上门来闹了。我今天可以遛狗，明天遛鸭子，后天遛鱼，再不济咱们就去皇上面前评评理。只要你不怕影响你儿子袭爵位。银子本侯晚点会派人给你送过去，叶王妃请回吧。王妃，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当然是去你下注的地方收银子喽。叶王妃，我们家老夫人说了，你今日已经借着永宁侯府的事，在押注摊上赚了1万多两银子，算是捡了大便宜了。你若是识趣的话，明日之内就将这10万两银子还回去，并且亲自上门给晶晶小姐道歉，他们就原谅你，并对你今日所做的事情既往不咎。严管家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纪元堂一脚踹得倒飞出去了3米远。你回去告诉纪老夫人，惯着我的人才有资格管我，他算什么东西，也敢指使本王妃做事？这银子是你们永宁侯府欠我的，不是我跟你们借来的。你们还我本来就是天经地义，本王妃心胸大度，多宽限了你们一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入了我手的银子还想要回去，你们简直是痴人说梦。还有，纪晶晶挑衅本王妃在先，你们还想让我跟她道歉，她配吗？纪元堂收起银票，转身走进了府里。果然跟传闻一样丑得吓人，怕是也只有我三哥这个瞎子能看上你了吧？我三哥也真是的，什么货色都不挑。他都成了这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怎么不直接死了算了呀？真是让人恶心。还有你，跟他一样恶心。洛千雪从头到脚打量了纪元堂几眼，不屑地收回了目光。他不知道母妃让自己来这里见见新嫂子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你敢用这么狠的茶水泼本公主？本公主要杀了你！却被纪元堂拉住了胳膊，反手一个过肩摔，重重摔倒在地。我管你是公主还是绿茶，但凡是进了我叶王府的门还嘴太臭的人，我都不介意帮他洗洗。大胆！你竟然敢对10公主不敬，你就不怕丽妃娘娘治你的罪吗？丽妃娘娘要治，
也应该治你们家公主的罪。他言语粗鄙，以下犯上，对皇兄和皇嫂不敬。按照东臣的律法，应该打10鞭子，并罚抄100份皇室族规，不是吗？纪云堂，只要本公主不认你这个皇嫂，你就永远不配做我的皇嫂。本公主收拾不了你，我就不信我母妃还收拾不了你了。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洛千雪放完狠话，就狼狈地逃离了。去告诉门卫，以后不要再放无关紧要的人进来了。母妃，你可要为我做主啊！雪儿，你这是怎么了？母妃，还不是纪云堂那个贱人，你让我去看他，他泼我一脸的茶水，还把我摔在地上。我现在的脸好疼好疼，我浑身都好疼。母妃你看，他真的太嚣张了，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的教训他。雪儿，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说了什么惹他生气的话，他才突然对你动手的？我能说什么？我就骂了他一句丑八怪，他就发飙了。丽妃眼底闪过了一丝暗芒，以他对洛千雪的了解，他知道对方并没有对自己说实话。雪儿，你今日受了伤，等会儿派人去朱太医那里拿一点养颜霜回去擦擦。至于纪云堂那边，就交给母妃处理吧。刚好本宫也想见见他，你去叶王府传话，就说让叶王妃明日一早来未央宫学规矩。剑兰领命应下。阿赫，今天是我第4次为你针灸了，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舒服点？有的，针灸完后我的眼睛每天都热热的，像是沐浴在阳光下一样，很温暖，也很舒服。那就好，你脑子里的淤血堆积的时间太长了，想要清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再给你多扎几针，你的感觉就会更明显了。阿赫，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你乖乖在家里等我，我把陈火留在院子里，有什么事你叫他就好。好，那阿唐你注意安全，本王等你回来。纪云堂绕过曲折的回廊，刚走到后花园，就被一道慌乱的叫喊声给吸引了目光。不好了，17皇子发病晕过去了，快去传太医。叶王妃，丽妃娘娘还在未央宫等你呢，你还是快跟奴才过去吧，可别让丽妃娘娘等久了。你没听他们说17皇子出事了吗？我觉得人命关天的大事更重要。叶王妃，你又不懂医术，还是别来掺和了，快随奴才去未央宫见丽妃娘娘吧。聒噪！在准备张口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说不出来话了。只见地上躺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团子，他的小脸通红，2只藕白的小手死死地攥住衣角，身体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着。不好，是癫病！你们都散开，不要围着他，让空气流通。住手！你是什么人？竟敢伤害17皇子！我是在救他。笑话！17皇子的病情可是连众多太医都束手无策的，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丫头，也敢大言不惭说救他？要是17皇子出了什么事情，皇后娘娘怪罪下来，你这条命负得起吗？求求大家相信我们王妃一次，她一定可以治好17皇子的。他们冲上来，对着桃枝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挡在我们的面前？17皇子的身份何等尊贵，又岂是你们王妃能碰的？再不让你们王妃停下，我就打死你！纪元堂手上的动作更快了，一边拔下了小团子身上最后的一根银针。本王妃的人，你们也敢动？直接将2人踹吐了血。桃枝，你先把这个吃下去，这个是止痛的。多谢王妃。17皇子在哪儿？快给老夫看看。孙太医，你终于来了，你快帮17皇子看看，他被那个女人扎了几针之后就没有动静了。在老夫没来之前，你们怎么能让其他人给17皇子乱看诊呢？要是有个什么好歹，你们就等着被皇后娘娘扒层皮吧。17皇子只是睡着了，他的身体很好，并没有任何发病之症，
你们哭哭啼啼的，这是干什么？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明明给17皇子吃了带药的蜜饯，诱惑他癫病发作。孙太医，你是不是诊断错了？刚刚我们这么多人都看见17皇子倒在地上抽搐，又口吐白沫的。你是太医还是我是太医？老夫从业20多年，难不成连17皇子睡没睡着都诊不出来吗？你们这么多人，连个小主子都照顾不好，真是一群没用的酒囊饭袋。你是皇后娘娘的人？正是，奴婢是皇后娘娘身边的1等宫女，专门负责照顾17皇子的生活起居。哦，那你带本王妃去见下皇后娘娘，把17皇子和本王妃婢女的医药费结一下。这个女人既然主动送上门找死，那她就成全她。皇后娘娘在前面的凤仪宫住着，你若是想见她的话，就跟奴婢来吧。皇后娘娘，17皇子出事了。奴婢今天带17皇子在后花园玩的时候，他的癫痫突然发作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抽搐了起来。就在奴婢派人去请太医的时候，一个自称王妃的女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把奴婢们几人都暴打了一顿，还把17皇子弄晕了过去。快把2人抱来，给本宫看看。水仙把洛宪安递了上去，又在皇后看不见的地方伸手在17皇子的小腿上用力拧了一把。母后，痛！哎呦，安儿，你哪里痛啊？皇后娘娘，一定是那个女人拿针扎了17皇子，她才会很痛的。那个女人现如今就在宫门口候着，皇后娘娘可否要召见她？让她进来。安儿乖，不哭了啊，不哭了。臣妾纪云堂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你就是叶王新娶的王妃纪云堂？回皇后娘娘的话，正是臣妾。听水仙说，本宫的儿子是你打了才哭闹不止的。他在说谎，明明是17皇子癫病发作，臣妾出手救了17皇子，何来打伤他一说？娘娘若是不信的话，17皇子胸口的针眼就是证据。刚刚在后花园，孙太医也来为17皇子诊过脉，也可以把他叫过来问问。你是仙女姐姐吗？你是从天上下凡的仙女姐姐吗？我刚刚快要死了的时候，是仙女姐姐出手救了我。安儿，你说的可是真的？这位姐姐没有伤害你吗？没有。母后，儿臣刚刚头晕，喘不过气，是仙女姐姐给我在后背摁了几下，我就舒服多了。不过后来我睡着了，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叶王妃，是本宫误会你了，多谢你出手救了本宫的儿子，你想要什么赏赐，本宫都可以给你。皇后娘娘，臣妾救了17皇子，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臣妾过来是有一事，想让皇后娘娘为我做主。在臣妾为17皇子施针期间，你身边的2个奴才打伤了我的婢女，现在她整个人还是鼻青脸肿的。臣妾想为我的婢女讨要一个说法。说吧，他便将桃枝叫了进来，站在凤仪宫里，让皇后瞧个仔细。不要怕，抬起头来，皇后娘娘会为你做主的。来人，将打了叶王府婢女的奴才拉出去重打50大板，然后分配到马房去喂马，以后禁止再踏进未央宫半步。他又让宫女去拿了1000两银子以及一个黄金玉龙手镯过来。叶王妃，这是本宫的一点心意，还请你收下，就当是本宫感激你救了安儿的谢礼了。顺便再让御医给你的婢女好好看看脸上的伤。那臣妾就多谢皇后娘娘了。只是臣妾还有一事不解，想请皇后娘娘赐教。臣妾给17皇子看诊的时候，发现他的病情发作得很奇怪，很像是刻意诱导出来的。不知皇后娘娘今天上午给17皇子吃过什么东西？你是说安儿的癫病发作是有人故意做的？是也不是。17皇子的癫痫是先天的，但从他的脉象来看，这个病情想要这么小发作并不容易。臣妾怀疑是有人故意下毒，诱导他提前发病。皇后娘娘，奴婢问过孙太医了，他的确如叶王妃说的一样，没有说谎。
皇后娘娘，诱导17皇子发病的药物是一种叫做碎星草的毒，它倒在水里无色无味，但炼制出来却是白色粉末，很好辨认。你派人去负责17皇子日常起居的宫女住处，挨个搜查。臣妾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沈嬷嬷，你亲自带人去水仙、水雾、水冰、水烟4人的房间挨个搜查，若是有什么异常，立马过来跟本宫汇报。是，皇后娘娘。约莫2刻钟的时间，许嬷嬷便带着搜查的小太监进来了。启禀皇后娘娘，这个是奴婢在水仙的床板下发现的，已经找太医验过了，的确跟叶王妃说的一模一样。去把水仙跟本宫押上来。好你个水仙，本宫待你不薄，你为何要下毒谋害17皇子？究竟是谁人指使你这么做的？皇后娘娘，奴婢冤枉了，奴婢没有谋害17皇子，奴婢对17皇子的忠心日月可见呢。是他，一定是他在陷害奴婢，还请皇后娘娘明鉴。大胆水仙，死到临头了还敢狡辩？那你说说，这包从你床底下找出来的碎星草药粉作何解释？皇后娘娘，这个东西不是奴婢的，是有人在陷害奴婢。若是你还不承认的话，本王妃还有一种方法验证。你摸了那个药粉，手上必定有残留的药物，这个3天之内是洗不掉的。而碎星草又可以跟醋起反应，只要皇后娘娘派人端一碗醋进来，让水仙把手放进去，手指头变黑了，那就说明她3天内确实碰过这个药粉。沈嬷嬷，让人去端一碗醋过来，本宫倒要看看水仙究竟有没有碰着碎星草的药粉。宫女将一盆醋端来，皇后手轻轻一抬，就一个侍卫上前按着水仙，将她的手往醋里按。水仙的手指肉眼可见的开始变黑。水仙，真的是你？你竟然敢害本宫的儿子！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没人指使我这么做，我就是嫉妒17皇子的身份比我高贵，嫉妒他每天生活滋润无忧无虑，想让他死而已。纪元堂上前一看，皱了皱眉。皇后娘娘，她在嘴里藏毒了。叶王妃，这次多亏了你及时出手提醒本宫，才让本宫将身边的内鬼揪了出来。若是再留他继续待在安儿的身边，本宫不敢想象他还要如何对安儿下毒手。17皇子很可爱，给他下毒手的人真是丧心病狂。就算今日不是我路过那里，任何人见到17皇子有危险，我想都不会见死不救的。叶王妃，你既然知道这是癫病，也出手救了安儿，那可否有治愈癫病的法子？有是有，不过此病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痊愈的，需要我每10日来为17皇子针灸一次，再配合上特制的药物来治疗，方可痊愈。那就有劳叶王妃了。若是安儿的病能治好，本宫一定重重有赏。哦，对了，叶王现在的身体如何了？若是叶王妃有什么用得着本宫帮忙的地方，可千万不要客气。多谢皇后娘娘关心，阿赫的身体臣妾正在帮他调理，如果后面有需要娘娘帮忙的地方，臣妾也一定不会跟娘娘客气的。皇后娘娘，臣妾还要去一趟丽妃娘娘那里，就先告退了，改日再来给皇后娘娘请安。叶王妃，听说你今日出手救了17皇子，难不成你还懂医术？纪元堂对丽妃没有好感，能对亲儿子不闻不问的人，又能是什么好人？不会，只不过臣妾曾在乡下治好过1头猪、1头牛和2只鸭子，今日碰巧看见17皇子倒在后花园里，就出手帮了一下，没想到还真的有效果，也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吧。要不是让水仙下毒害17皇子的人是他，他怕是都要相信纪元堂的鬼话了。叶王妃可真有本事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惊人。赫儿的身边有你照顾，本宫的心里也算是踏实了。就是不知让你嫁给赫儿这个命不久矣的残废，你在心里可怨皇上和本宫啊？怨，臣妾怨父皇和母妃给我赐婚的实在太晚了，
要是你们早一点将我赐婚给叶王殿下，我也不用在乡下喂这么多年的猪，吃这么多年的苦。如今我之所以能来到京城，嫁给叶王殿下，成为王妃，还多亏了母妃和父皇当初的赐婚，才让永年侯府找到了我。臣妾的心里感激不尽。不愧是乡下长大的土包子。你能这么想，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本宫今日宣你进宫，想必你也知道原因。你既然入了皇家的门，那该学的规矩自然是不能少的。你在外面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我们整个皇室的脸面。本宫会安排孙嬷嬷教你礼仪规矩，她对咱们皇室礼仪十分精通，你可要好好跟她学。纪元堂没有错过丽妃眼中的不屑，他知道对方是想借着学规矩的理由来敲打自己，也可能是为了给洛千雪报仇。好啊，那臣妾就谢过母妃了，臣妾一定会跟着孙嬷嬷好好学习的。叶王妃，学规矩的第一步呢，就是检验你的动作准不准确。无论是行坐走姿、跪拜行礼，还是吃饭睡觉、面部表情，都有一套符合标准的姿势。现在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礼仪，就是跪拜。你见了丽妃娘娘呢，必须得磕头跪拜。刚刚在未央宫里，老奴就发觉你没有跪拜，这可是大不敬的罪。现在你先跪一个，让老奴看看哪里需要指点。嬷嬷，不是你教我吗？你都不跪，我又怎么会呢？不如你先示范一下给我看看可好啊？让你跪你就跪，哪这么多废话？跪拜是人的本能，这点小事儿还要让人教？抬脚狠狠地朝着孙嬷嬷的肚子踹了过去。哎呀，不好意思，嬷嬷，你没事吧？我这是看你拿戒尺抽我，身体不受控制起膝跳反应了，不是我故意想要踢飞你的。来，嬷嬷，我们继续学礼仪。叶王妃，你看好了，要像老奴这么跪地磕头，才算标准。纪元堂心里冷笑，哼，这老货为了收拾自己，可真是豁出去了。叶王妃，老奴刚刚已经亲自给你示范过了，现在轮到你开始了。嬷嬷，你刚刚跪得太快了，我都没有看清，能不能再示范一遍？不行，学规矩这种事情，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要靠自己领会。你自己多跪个几遍，也就学会了。他又拿着戒尺去抽纪元堂的另一条腿，他脚一伸，又将孙嬷嬷踹飞了出去。叶王妃，你是不是故意捉弄老奴的？孙嬷嬷，你怎么能冤枉我呀？我只是依着你的要求来学规矩，谁知道你要用戒尺抽我，我的腿本能的起了膝跳反应，就像你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这也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呀。你下次提前跟我说清楚不就行了？既然叶王妃跪拜学不好，那我们就先换一下，你来跟老奴学习行礼的姿势吧。行礼主要是手上的动作，双手要像老奴这样一上一下放在腰侧方，摆成莲花盛开的姿势，再屈膝下蹲。孙嬷嬷做这个姿势的时候，双腿都在打颤。纪元堂的手还没放好，一只戒尺就朝着他的手背狠狠地抽了过来。纪元堂反手就是一拳。哎呦，叶王妃，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你不想跟老奴学规矩就直说，何必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人呢？孙嬷嬷这话，本王妃可就不爱听了。我看在丽妃娘娘的份上，一直在好好的跟你学规矩，可是你却三番两次的拿戒尺抽我。我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你要是不抽我，我会起膝跳反应吗？你要是不想好好教我就直说，何必蛮不讲理的冤枉人呢？就在孙嬷嬷心里寻思要如何应对的时候，一道粉衣叠裙的娇美女子翩然而至，正是十公主洛千雪。洛千雪看着这个架势，就知道情况不对，刚想要转身去叫人。哟，这不是我的小姑子吗？你也是来找孙嬷嬷学规矩的吗？孙嬷嬷身体不适，怕是今日教不了你了。本王妃刚刚跟她学习了几招，不如就让我这个做嫂子的
来教你吧。纪元堂说完，一戒尺就抽在了洛千雪的膝盖上。你这个丑八怪，你竟然打本公主！这怎么能叫打你呢？我们本就是一家人，理应取长补短，互帮互助。我是看你刚刚的礼仪动作也不标准，好心帮你纠正，教你学礼仪。毕竟你身为公主，更是要以身作则，为其他人带好头。刚刚孙嬷嬷就是这么教我的，不信你去问她。谁跟你是一家人？你这个丑八怪，你配进我们皇家的门？那把戒尺又准确无误地抽在了他的手腕处。小姑子，你的动作不对啊！孙嬷嬷说了，手应该这样放。你看你，我就说了你动作不对，你怎么不听呢？叶元堂，你这个贱人，丑八怪！小姑子怕是忘了皇室的族规了，辱骂兄长嫂子可都是要受罚的。奈何我这个人心善，也没什么能教你的，就教你如何嘴下积德吧。你这不仅是为你自己积德，同样也是为了你的母妃、父皇未来的夫君和孩子积德。若是下一次我再听见小姑子这么无礼的话，那嫂子我就见你一次，教你积德一次。反正人活到老学到老，你也不用怕麻烦，多学点东西总归是有用的。这样以后嫁了人，夫君才不会家暴你。我说的这些话，小姑子，你都明白了吗？你这个贱人，敢在未央宫里打本公主，本公主这就去找母妃来教训你。小孩子打架才叫家人，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而你也已经及笄了，动不动喊家长来撑腰，是不是太幼稚了？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以后若是没有公子敢娶你该怎么办呀？有句老话说得好，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你有什么委屈的话就跟嫂嫂说吧，我也能为你做主的。孙嬷嬷，要是这礼仪不教了，本王妃可就要回去了，毕竟我家王爷还等着我回去一同用膳呢。叶王妃这才学到哪里呀？老奴可是连最精髓的东西都还没有教你，你就这么走了？丽妃娘娘知道后，肯定又要责怪老奴没有用心教你了。那嬷嬷就快点吧，一次性教完，我也好快点出宫回去。孙嬷嬷强忍着不适，将所有的礼仪动作全部当着纪元堂的面做了一遍。好了，我都学会了，现在可以走了吗？叶王妃要走也可以，不过你得先去面见丽妃娘娘，等丽妃娘娘说你过关了，你才能走。可以，走吧。叶王妃，你可知罪？不知儿媳何罪之有？本宫好心叫你来宫里学规矩，你却殴打本宫的女儿和嬷嬷，3番4次，猖狂至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妃？我的眼里当然没有丽妃娘娘。像娘娘您这么温婉大度又贤良淑德的人，我一般都是放在心里的。臣妾听王爷说，丽妃娘娘出生名门，从小饱读4书5经，是个心胸极为宽广的女子，从来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去跟其他人计较。臣妾作为娘娘的儿媳，代替您管教石妹妹学礼仪乃分内之事。娘娘若是真要感谢我的话，就赏我个8万10万两银子吧，臣妾也不会嫌少的。哼，你自己的礼仪都学得乱七八糟，你认为你有资格教我的女儿吗？母妃，她既然说是教我学礼仪，那不如让她当着你的面先来演示一遍，怎么样？那丽妃娘娘和石妹妹就看好了。纪元堂丝毫不惧，他本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脑子里将孙嬷嬷演示的动作完整的做了一遍。就丽妃再不愿相信，他也不得不承认，纪元堂这一整套动作下来标准规矩，连他也挑不出丝毫的错处。母妃、石妹妹，不知你们对我这一套动作可还满意？叶王妃可真是令本宫刮目相看，让你学习礼仪本就是为了3日后宫里举办的宫闱宴，既然你已经全部掌握了，到时候可要准时前来啊。母妃，来参加宫闱宴的都是未嫁娶的公子小姐，
她一个嫁了人的村姑，有什么资格参加宫闱宴？你三嫂虽然嫁了人，但也还是完璧之身。她刚来京城没多久，让她多跟京城的闺秀们走动走动，不失为一件好事吗？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想看纪云堂出丑。敢跟他作对，就有死的觉悟。他能把骆君鹤整成现在这副模样，同样也能把纪云堂变成这个样子。三弟妹请留步，姑乃是当今太子，也是三弟的兄长，有一件事想要跟三弟妹商量一下。不知太子殿下想要跟我商量什么？听闻叶王妃要给姑的17弟医治癫病，可姑却从没听说过叶王妃还懂医术。为了让父皇和母后安心，堵住悠悠众口，姑倒是帮你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青龙广场每1个月都会举行医术擂台赛，明天刚好就是这擂台赛开赛的日子，不知叶王妃可否敢去挑战？不敢。实不相瞒，太子殿下，其实我不懂医术。只要叶王妃能挑战成功，将会得到1万两黄金的奖赏。不知叶王妃意下如何？不够，若是我赢了，我要2万两黄金。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赢了，姑就给你2万两黄金。明日5时，青龙广场，不见不散。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在我的面前，不用顾忌太多。王妃，奴婢听说青龙广场医术擂台赛上求医的患者，全患的是一些世间罕见的疑难杂症。别说是江湖郎中了，就算是宫里的太医来了，都治不好那些奇奇怪怪的毛病。你真的要去挑战吗？桃枝，你跟本王说说，怎么个奇怪法？有些人眼睛看东西模糊，总感觉前面蒙上了一层雾；也有人满脸都是那种脓包痘痘，吃药后依然反反复复发作。还有的脚底发泡、发痒蜕皮，本来是一个人有这个毛病，很快全家上上下下都被传染了。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个怪病会传染，见了他们就跟见了瘟疫一样，躲得远远的。最让奴婢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刘员外家的小儿子，才11、12岁的年纪，又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他却天天寻死觅活，只要家里人不注意，他就跑出去跳河自杀，迄今为止都已经被救上来了好几次了。无奈之下，刘夫人只能带着他儿子去擂台赛上求医，看看有没有人能治好他儿子的怪病。锦元堂听完桃枝的描述，心里大概有了一个初步的底。这些症状听着确实奇怪，可也都是现代很常见的毛病，随便用点小手段或者是药就能治好。王妃，这些病都太奇怪了，就算是名扬天下的鬼医过来，估计都不一定能治得好。奴婢觉得太子殿下看你治好了17皇子，故意在为难你，想让你知难而退。要不你明天就找个理由说身体不适，别去参加医术擂台赛了吧。去是一定要去的，到嘴的2万两黄金可不能就这么飞了。你也不用担心，这些毛病我心里已经有数了，就算是不用药也能治好。阿赫，我回来了，你想我没有啊？我和桃枝出去逛街，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一些开胃的水果，等会儿我给你做酸酸甜甜的果汁喝。阿唐，你今天进宫，我母妃没有为难你吧？没有，丽妃娘娘让我进宫学规矩，我学会了，她就放我回来了。她还夸我聪明，学得好来着。阿唐，本王虽是母妃唯一的儿子，但却不知为何，他从生下我开始就很不喜欢我。从我记事以来，母妃就从没有抱过我一次，更不会跟我同坐一起吃饭。他对我的要求很严格，从小到大别的皇子有的待遇我没有，别的皇子吃过的美味佳肴我也没有品尝过。本王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够优秀，所以才让母妃失望了。所以这22年以来，本王拼命地练功读书学习，上战场带兵打仗，就是想让母妃看见我的能力，认可我。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有的人注定怎么努力都讨不到母妃的一点欢心。渐渐的，本王就对亲情失望了。外界都以为母妃对本王很好，但只有本王自己知道，我在她的心里什么都不是，甚至我连洛千雪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以前本王身体好的时候，他不喜欢我，现在本王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就更不待见我了。阿唐，嫁给本王终究是委屈你了，想来母妃今天也对你没什么好脸色吧？本王知道自己如今这个样子，帮不了你什么，但以后若是再有这种情况，你千万不要瞒着我，独自去见母妃，我怕她会对你不利。阿赫，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一起面对。丽妃娘娘不待见你，并不是你的问题，无论她是认可你也好，不认可你也罢，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了不起的大英雄。你也不需要去跟任何人证明自己，你只需要明白，能看见你闪光点的人，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他都不会嫌弃你。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成为东城国百姓们的骄傲。骆君鹤心里微暖，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很多事情他也已经想明白了，以后他只为自己和自己爱人而活。阿赫，我明天要去青龙广场参加艺术擂台赛，我听太子说这是齐王洛非洲出资举办的，你能跟我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齐王是宁贵妃所出，排行第5，比本王和太子都小2岁。宁贵妃的娘家是镇国将军府，而镇国将军江永成的手里又掌控着东城国15万的兵马，深得父皇看重和信任。因此在夺嫡一事上面，太子和齐王2人都有一大批支持的党羽，他们差不多算是势均力敌。本王出事之后，齐王和太子2人没少互相针对，他们彼此都想把对方拉下马。这2人表面人畜无害，实则心机都很深，背地里经常做一些肮脏的勾当。阿唐对上他们可要小心一些。阿赫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贱人，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侯府费了那么大的功夫才将他整回来，他做事却我行我素，丝毫不为侯府考虑。这种贱人活着真是害人，简直跟画本子上的农夫与蛇没两样。他为什么要替你们考虑？你们永宁侯府的人有替他考虑过吗？季二公子脑袋空不要紧，可千万不要进水了。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若经他苦，未必有他善。还有，你见过哪朵玫瑰不带刺的？怕是也只有你身边这朵白莲花没有刺了吧？谢世子这么大的人，没想到竟然还有偷听别人说话的癖好，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你站在广场上，声音又这么大，想必你说的这些话，耳朵没问题的人应该都能听得见吧？艺术擂台赛比试正式开始，现在有请第1位患者上场。太子殿下恕罪，民女不是瞎子，只不过民女的眼睛看东西却一团模糊，几丈之外莫说是男女了，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这样的眼睛给民女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干活误事不说，还经常被别人以为我不知礼数。民女恳求在场的各位神医们帮帮我，帮我治疗一下我的眼睛。你们有谁能为她医治？我这姐姐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位姑娘看清东西的？本王也想知道，叶王妃对此有何高见呢？高见没有，但我却有办法能让她看清楚，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广场人太多，并不方便验光，纪云堂便决定依次帮招娣调试度数，度数调到500度。他过去将眼镜戴在了招娣的耳朵上。你有什么不适吗？头晕吗？好像是有点晕。纪云堂又往上面加了一块镜片，让他接着使用，直到头不晕为止。纪云堂确定了最终的度数，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了一副配好的眼镜给招娣戴上。多谢叶王妃娘娘，您真的是华佗在世，治好了民女困扰了多年的眼睛，太感谢你了。静静，他能治好一个人算什么呀？说不定纪云堂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恰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对镜片而已，这根本就不算什么艺术。在二哥的心里，他连你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哎呀，
二哥哥别这么说，要是姐姐听到的话，又该伤心了。你们两个是臭水沟里爬出来的鱼虾吗？说话这么下头。谢世子，臣女和哥哥说话，不知道哪里招惹到了谢世子，让你对我们兄妹二人的意见这么大。本世子就是单纯看你们两个不顺眼，说你们痛处呢，并不是因为本世子直，而是本世子就是故意的。场上何人？将头抬起来。回太子殿下的话，草民叫王生，今年刚满18岁，草民不敢抬头，怕吓到各位大人。看病讲究一个望闻问切，你不把头抬起来，不让别人看，在场的大夫们怎么帮你医治？天哪，他的脸怎么了？怎么这么多的疙瘩？我看着感觉好恶心，密密麻麻的，就跟田里的癞蛤蟆一样。我有办法帮他去除脸上的痘痘和痘印。怎么又是他呀？他真的不是来砸场子的吗？他自己脸上都那么大一块黑斑没治好，还想去治别人，这不是在搞笑吗？景元堂无视耳边的声音，他从药箱里拿出了一盒祛痘膏和一支洗面奶，径直的过去交给了王生。你脸上的痘痘之所以不消失，是因为皮脂堵塞了毛孔，产生了炎症，反反复复好不了。回去后每天早晚拿洗面奶洗脸，洗完脸再用祛痘膏涂抹在脸上，我保你5天之内痘痘全部消失，皮肤光洁无比。你要是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让人端盆清水上来试试。你去打盆水过来，让他试试。先把脸打湿，挤点洗面奶在手上，用水将其打出泡沫，在脸上轻轻揉搓。一盏茶之后洗干净脸，再将祛痘膏涂上，等1刻钟即可。哎，你们快看，他脸上的痘痘好像开始变小了。叶王妃娘娘，多亏了有你，才让草民的脸看见了希望。草民不才，在布行学了几年的账算，若是以后叶王妃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小人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起来吧，能帮到你就好。若是以后有用得着你的地方，我会派人去找你的。今日时辰不早了，医术擂台赛先到这里，明日午时再继续。怎么了？回姑娘的话，有人点名要找叶王妃。桃枝，你先回府，本王妃跟他们走一趟。王妃，这怎么行呢？他们一看就不是好人，你若是去了，有危险可怎么办？我若是不去，我们估计都得死。好了，听本王妃的，你先回府去吧，我稍后就去。哎呀，三皇嫂啊，你可来了，可让本王好等啊！快进屋里来坐啊！医术比赛都已经结束了，不知齐王殿下派那么多人请我来，所为何事？三皇嫂莫怪，臣弟今日请你来，是有事与你相商。这医术比赛乃是本王所创，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医术高明的大夫为我所用。本王找了2年，现在才发现我要找的人呐，就是三皇嫂你呀。三皇嫂有所不知啊，臣弟的祖父乃是掌管了15万兵马的江永成江将军。军中将士上战场打仗，缺胳膊断腿都是常有的事。你的这身本事，若是能为本王所用，想必将来必定能发挥最大的作用。被加封诰命夫人，也是迟早的事。本王再说句不中听的，三哥的身体已是强弩之末，若是哪天三哥出事了，你有这身本事在，外加本王的庇护，也不至于给我三哥陪葬，你觉得呢？诅咒兄长，打你一巴掌就是轻的，要是再有下次，我就把你带到父皇母后面前说理去。三皇嫂，这是拒绝本王了吗？啊？不是拒绝，而是你找错人了。我并不懂什么医术，今天我拿的那些东西都是我闲来无事随便捣鼓出来的，跟医术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也不想想，我若是真有那个本事，又哪至于被永年侯府的人赶出来帮纪晶晶替嫁呢？三皇嫂还真是谦虚啊。既然如此，那明日最后的2场比赛，你可要加油了。本王期待你的表现。那是自然，毕竟快要到手的黄金，我不能让它飞了。这女人
居然是冲着我的钱来的。好，很好，那就要看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拿了。阿赫，你睡着了吗？阿唐，你回来了。那些人没把你怎么样吧？没有，齐王请我去，说是想让我帮他做事。我一看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立马就拒绝了。刚好明天还有2场比赛，他就放我回来了。阿唐，齐王为人阴险毒辣，你莫要轻信他的话。再者，他和太子本就是死对头，你若是站在了他那边，保不准太子会对你出手，说不准他是想借太子之手来对付你，你一定要加倍小心。这个我知道，他们2个我谁也不沾。我们王府太穷了，我这次去参加比赛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第1名的2万两黄金，仅此而已。阿唐，艺术类台赛第1名的奖金涨价了吗？没有，多出的1万两黄金是太子承诺给我的。阿唐，我倒是觉得，哪怕是你赢了比赛，太子和齐王也不一定会舍得拿钱出来。无妨，他们若是不给钱，我有的是法子让他们后悔。王爷王妃，该用膳了。阿赫慢点吃，小心烫。阿唐，我吃完这些饭，可以跟你要一个奖励吗？当然可以啊。阿赫想要什么？等吃完再告诉你。饭吃完了，阿赫，你想要什么奖励？阿唐，我说的是，等你吃完饭后再告诉你。好，听你的，那我先去吃饭。阿赫，我吃完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想要什么奖励了吧？我想要阿唐抱我一下，可以吗？他直接轻身上前，手穿过他的后背，将骆君鹤抱在了怀里。骆君鹤突然想回搂住他，这个念头刚一升起，他就发现自己的手指头好像能动了。阿唐，我的手能动了。太好了，看来阿赫的身体已经有好转了。好了，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接着开始吧。这位夫人，你怎么了？有哪里不舒服？各位大人，各位神医，不是冥妇的身体有问题，而是冥妇的女儿，她从出生起相貌就很奇怪，面相跟别的婴儿大有不同。我们寻遍了大夫也没有办法医治。冥妇的婆婆更是去山上找了道士，道士说冥妇的孩子是不祥之人，必须要尽快处死，才会不连累我们全家。可是这是冥妇10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冥妇不忍心将孩子处死，更加不信自己的孩子是个不祥之人。现如今冥妇已经被夫家赶出来了，求求各位神医们帮帮冥妇的女儿吧，冥妇实在不知应该怎么办。你们有谁能治好这个女婴的脸？不知叶王妃可有办法治好这个女婴？这是兔唇，也叫唇腭裂，一般是由于遗传或者环境因素造成的。我看这位夫人自身没有这个情况，那多半就是孕期孕吐、厌食、偏食，导致腹中胎儿营养跟不上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孩子母亲在怀孕期间酗酒、吸烟，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了兔唇婴儿概率的增加。亦或者在孕期，母亲服用过带有激素的药物，导致孩子发育畸形。求求你了，只要你能救我的女儿，你让冥妇当牛做马报答你，我都愿意。这位夫人，你还抱着孩子，你先起来，我答应帮你医治你的女儿。多谢季神医，多谢你愿意救我的女儿，以后我月娘发誓，定然当牛做马报答你。太子殿下，麻烦再给我准备一个干净的房间，要无人打扰。也好，你去给叶王妃准备一间干净的屋子，热水、白酒、毛巾、匕首都备好，让她去给女婴医治。对了，太子殿下，治疗女婴的兔唇，我需要用到一些药材，可是我的手里并没有，不知殿下能否派人给我取来？当然可以，医术大赛都是免费为大夫提供药材的。你若是需要什么说一声，姑派人给你送来便是。
纪元堂一口气报了20多种药材的名字，每一样都是极其珍贵的存在，普通药店根本就买不到。你去把叶王妃要的药材都给拿来。可是殿下，这些药材咱们府里没有，外面怕是也买不到啊。拿着姑的令牌去御药房拿，就说是姑要的。父皇若是问起来，就说姑先欠着，改日再想办法给他补上。